在远离市区的盘山公路上，复古的敞篷跑车高速行驶着，狂烈的风声呼啸而过。这两天休息的还可以吧？今晚带你去参加个好玩的聚会。恢复了不少，你这车不错啊，够劲。哈哈，好眼光，这也是我托朋友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可以啊，土豪。啊，对了，这次聚会是林凯发起的。林凯你应该知道吧？翠鸟会馆的接班人吧，略有耳闻。他们林家算是矿区星球真正的地头蛇，不但在男爵府里面有人，暗地里也有一些势力。林凯算是林家这一代的继承人，今晚他主持的聚会，也是矿星年轻一代的交流会。你参加这种聚会还能顺带捎上我，看来你最近在家族里的地位提升不少啊。哈哈，还不是拿命拼来的。再说说这林家，他们在300年前就扎根在黑石男爵岭，那时候出了一个相当厉害的人物，带领家族崛起，培育出一艘强大的火种战舰。你的意思是，现在林家也拥有一艘火种战舰？那是300年前，现在那艘火种战舰早就失踪了。但这么多年来，林家积累下来的底蕴深厚，靠情报吃饭的翠鸟会馆，可不只是在矿星上这一家。翠鸟会馆不止一个，看来林家的势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庞大。到了，今晚的聚会，林凯可是包下了整个丽水山庄。这地方还可以啊。那可是丽水山庄，在整个黑石男爵岭也是排得上号的地方。万里，你总算来了，哎，赶快里面请。还有这位，应该是王栋兄弟吧？久仰大名。我是翠鸟会馆的林凯，欢迎欢迎。两人刚一进山庄，等候在这里的林凯热情地上来迎接。哎呀，林少，我才是久仰您的大名，矿星上多少姑娘的梦中情人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千万别这么说，被女朋友听到了我就惨了。里面请，今晚一定要玩得尽兴，别客气。林凯这家伙今晚的姿态摆这么低，搞什么幺蛾子呢？谁知道呢？按照前世的记忆，再过一段时间，男爵岭就会派人来接我回去。近年来男爵病重，又后继无人，我这个黑石男爵的私生子才进入他们的视线。只可惜，前世面对晋家和天方伯爵，黑石男爵根本护不住我。但这一世，我已经提前解决了这些隐患。通过男爵岭这条渠道，我会更快强大起来。走进宴会大厅，王栋一眼就看到了换上礼服的郑岩，两人视线相交，隔空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没想到他也在这里，半个月没见，班长大人依旧明艳照人呢。郑岩也在啊，跟他一起聊天的那两个，男的是陆涛，魅族网咖就是他们家开的，女的是他妹妹陆雅。哎，还有旁边看风景的那个黄武，皇家武馆的少馆主。这些势力虽然不起眼，但在矿区星球上也能排到20名以内。这你也知道？那是，兄弟，我记人可是1等1的。不过我这不算什么，我大姐那才叫厉害。这茶不错，味香回味绵长，不像是本地产的。不错，矿星虽然经过多年的生态改造，但矿藏影响环境的缘故，茶叶都带上丝丝的铁锈味，确实种不出这种天山绿。今晚用的茶叶都是从高地紫泉岭那边来的。秦姐，您怎么来了？小胖子，这里是姐姐的地盘，为什么不能来呢？秦姐说的对，您是丽水山庄的老总，当然想来就来。哎，王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丽水山庄的高总，我们都喊他秦姐。丽水山庄高鸾琴。王栋看着近在咫尺的高鸾琴，一身低胸礼服让他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高总您好。感谢王先生刚才的夸奖，丽水山庄竭诚为所有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过，我也就比你们大几岁，王先生可以和万里一样，喊我一声姐。秦姐，
身为星界矿工们中的扛把子，坑杀天虎舰队的风云人物，矿区之虎王先生，今晚可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秦姐给我讲了，当时是形势所逼。再说什么矿区之虎，这是谁起的外号？也太难听了。王先生太谦虚了，小胖子，记得带我跟你姐问好，她有段时间没过来了。走了，回头见。秦姐慢走。哎，我刚才是不是就像个没见过美女的傻小子？哎，半斤八两，咱俩就谁也别笑话谁了。秦姐当年自己在外域打拼，直到前几年才回来开了这家丽水山庄。听说她背后有一艘强大的火种巡洋舰，当年送她回矿区星球时露过一面，所以连男爵府都对她很客气。怪不得如此出色的女人，如果身后没有依仗，麻烦肯定少不了。不过，男爵领、高地子爵领最高战力也只不过是驱逐舰，一艘巡洋舰，这威力有点太大了吧？但是，拥有这么强大的战舰，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山庄啊？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吧？谁知道呢？不过这些跟我们也没多大关系，你也别瞎打听，免得惹祸上身。今晚既然来了这里，我带你去认识一些人，以后有事儿也好说话。老秦，谢了。嗨，举手之劳，不用跟我客气这些。怎么回事？林少爷，有2个天方伯爵领来的使者到矿区星球处理商队的事情，结果喝多了，想要对服务员霸王硬上弓，现在借酒装疯闹事呢。天方伯爵领的家伙也敢来这里放肆，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天方伯爵领又怎么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走。天方伯爵领的狗东西在哪儿？滚出来！知道我们是天方伯爵领的人，还敢这么嚣张？就一个小破山庄，哪来的那么多规矩？出来做事儿的还要什么假金纸？山庄自有待客之道，高姐会亲自来处置，所以2位等着吧。敢问贵山庄的老板是哪位大佬呀？你们天方伯爵领的狗腿子来到我的地盘还这么嚣张，丽水山庄不欢迎你们这种狗东西。老罗，把他们丢出去，让他们干干净净滚出矿区。是，来人，把他们衣服扒了，一块布都不能留下。绑紧了，找艘运输船，直接把他们丢回天方伯爵领。这是把人当货物直接打包快递的节奏吗？废话，这不明摆着？那货仓是人待的地方吗？我们这儿到天方伯爵领最少要10几天吧。高姐这是真的狠啊，直接冲着弄出人命去了。高姐这样对天方伯爵领的人，不怕惹上麻烦吗？我之前听说过一个传闻，高姐曾经和天方伯爵领有仇，说是她老公之前的家产就是被天方伯爵领吞并，被迫远赴外域去闯荡。难怪高姐对天方伯爵领的人态度这么恶劣。不过，高姐这样毫不顾忌的报复回去，天方伯爵领会无动于衷吗？嗨，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天方伯爵领现在忙着内乱，根本影响不到这里。更何况，高姐背后还有一艘巡洋舰坐镇，怕什么？第2天清晨，王栋如往常一样前往矿场，只是他刚到，新任的矿场管理员就急匆匆地跑过来。东哥，接老板的通知，从今往后您不需要支付包括飞船租赁费在内的所有费用，还有您采集到的所有矿产，公司都会以市价进行收购。谢了。不过，那老周哪儿去了？老周啊，那家伙趁着公司危难之际中饱私囊，被老板打断手，送到监狱里去了。啊，栋哥好，栋哥来了。根据秦万里那边的消息，天虎商队剩下的尘爆与空沙商会达成了和解，退出矿区星球，矿工们也不用担心天虎商队进行后续的报复了。片刻后，王栋离开矿区，
驾驶着矿船登上池塘号。进入隐匿状态，开启异空间讯号捕获功能。本舰火种已接收到异空间讯号，可开启异空间战场，请舰长确认。进入异空间战场。一阵光芒闪烁，池塘号跳跃异空间进入战场，但迎面而来的却是漫天璀璨的光芒，那是不计其数的炮火。巡天雷达已发现敌踪，搜索结果如下：1级星际级文明，战舰单位数量35688，威胁性极高。竟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星际战争！巴伦亚文明2位候选的战争，现在双方舰队完全混杂到了一起，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混战。双方的战舰类型大体相似，难以分辨他们的实力差距和战况的优劣，有点麻烦呢。只能逮着谁就揍谁了。池塘号，解除隐匿主炮准备。既然没有计划，那就不需要计划，直接杀进去。主炮发射！池塘号解除了隐匿状态，强势插入战场。主炮毫无顾忌地锁定周围目标，展开狂轰滥炸，没有一艘敌舰能扛住池塘号一轮打击，整片星空都是灿烂的烟花接连炸开。好像有些高调了，但他们也破不了我的装甲，能量护盾就不激活了，节约点能源。然后射速也要降低一些，低调一些，免得被人盯上。池塘号凭借着坚固的装甲跟火力所向披靡，疯狂收割原点。看着屏幕上统计数字不断跳动，王栋也不禁露出笑容。1400多单位的原点，大丰收啊！现在战场的局势也逐渐明朗，也不清楚这到底是第2候选还是第4候选呢？就叫他们红蓝双方吧。目前蓝方居于劣势，艰难地维持着防御阵型，守护着中心处的一艘巨型战舰。红方占据着数量优势，攻势不断。随着池塘号深入战场，四周全都是爆炸的火球与破碎的战舰残骸，战局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蓝方的防御圈已经缩水到只剩500艘战舰。红方的优势明显，看来这场战斗也即将结束。不过，战场上的电波怎么变得密集起来了？熄灭引擎了？这是准备开始谈判？警告！警告！发现高能反应，请立即采取规避。这是什么鬼东西？谈崩了？动用了什么大杀器？不管了，引擎全功率运转，远离战场。战场中，红方众多的战舰不要命般地朝着巨型战舰冲去，试图抢在这道高能反应爆发之前阻止他们。池塘号则是全速向战场外冲去，巡天雷达的警报也越来越急促。高能反应提升中，警告！能量反应已提升至临界点，本舰承受冲击准备。30、29、28。立即启动能量护盾！不是争夺统治权吗？用这种大杀器命都不要了呀！真是疯子！本舰承受冲击准备。3、2、1。在倒计时结束的刹那，蓝方所属的巨型战舰陡然碎裂，爆发出难以直视的恐怖强光，将周围的战舰卷入，如同纸糊般被搅碎。只不过是区1级星际文明，竟然能掏出这种引力坍塌场炸弹！引力场蔓延的速度很快，池塘号都快撑不住了。那艘战舰提供的这一点能量，能够开辟出一个临时性的微型引力坍塌场，绝对是有限度的。只要离开这个范围，引擎超频输出，别想留下我！舰体损伤22%、23%。该死！再给我快点儿！舰体损伤44%，主引擎过载，即将退出超频状态。方位调整引擎过载，即将退出超频状态。整体推力预计下降超过20%。
坚持下去啊，池塘号！舰体损伤68%，主引擎受损，推力下降，不足30%。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不管了，所有引擎强制启动，重新进入超频状态。不顾一切提升动力，疯狂压榨高能燃料的池塘号，在这一刻获得了巨大的推力。在即将被引力场卷入的瞬间，主引擎爆发出一道蓝色炫光，以超越极限的速度冲破了引力束缚，最终逃出升天。总算是活下来了。医疗机器人，给我营养液，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王栋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死里逃生之后，他感觉整个人都快昏迷过去了。在注射营养液之后，精神才恢复了一点，但查看池塘号的损伤后，感觉自己心脏又在隐隐作痛。算了，能活下来才重要。使用原点修复引擎。那艘巨型战舰以自身引擎的那点能量，竟然能引发这么大规模的引力坍塌场，难道是？开启灵性侦测。如果真的是那种东西，绝对不能放过。在雷达系统的搜索下，池塘号很快从布满破碎残骸的战场中央找到一个神秘的球状体。这次收获的原点不少，抵得过一般火种战舰几年的辛苦劳作，但收获更大的恐怕是这个玩意儿。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引擎也修好了，是时候去回收战利品了。池塘号的牵引光束将神秘物体收入囊中，在辅助系统扫描下，这件物体的相关信息也暴露出来。微型引力坍塌场发生器，原来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可是紫金王国的限制级武器之一，引力坍塌场湮灭弹最主要的配件，一夜暴富啊！虽然生成微型引力坍塌场后，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装备这个模块的战舰本身，但各个国度官方交易平台上收购目录的报价可是3万元币。舰载模块的交易，基本上都是以更高级的货币元币作为等价交易物，每一艘火种战舰都能链接上这张网络，并进行信息交互、商品交易、委托接取等等。元币就是在火种网络内流通使用的一种货币。袁叔的账号已经不能用，只能等以后换个星域再重新注册账号。准备回去了。舰载模块的强化提升可以通过远程操控，舰体结构损伤则是随着时间能够自行修复，不需要我亲自动手操控。得赶紧回去了，今晚还约了郑岩他们喝酒。矿船脱离后，池塘号也开启蜃楼系统，重新进入隐匿状态。开启自动驾驶，给我升级量子纠缠化脑波操纵系统。消耗200原点，气矿3吨，将量子纠缠化脑波操纵系统强化至等级5，是否确定？确定，但还不够，给我继续强化，我要全面提升池塘号。王栋这一趟收获丰富，加上之前积攒下来的众多资源储备，豪气四溢地把池塘号强化到极致。标准型装甲强化至等级3，标准型能量护盾强化至等级5，标准型主炮强化至等级3，整体强化完成。这次之后，池塘号的战力综合评定等级已经提升至8级，已经可以在其他星系大摇大摆地现身了。Hello， 我没来晚吧？我们也是刚到，就等你了。听说丽水山庄的高鸾琴直接把天方伯爵岭的人赶回去了，真是霸气啊！天方伯爵岭的人灰溜溜滚回去，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管吴浩泽的事情。这一次事件的隐患总算是消除了。今晚我们不醉不归。再过2天，来自黑石男爵岭的舰队将抵达矿星，会把我接回黑石男爵府。但相比于我这个私生子，那位男爵夫人更希望能够从他母族那边过继子嗣，继承男爵岭。同时，男爵本家的贵族世家也希望选择族内一名小辈来继承男爵岭，再加上另一位仅有10岁的私生子，
也争取到一些南绝岭本土势力的支持。除了这3位对手，还有南绝岭周边相邻的地方贵族，他们不会这么轻易让我接手南绝岭的。切，简直是群狼环伺。前世我回南绝岭时遭遇劫杀，当时的领队黑石男爵的心腹陈沙义战死，他是我的潜在支持者，对男爵和我都是严重的损失。这一次，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池塘号发现目标，果然藏在小行星带。要不是我让池塘号扩大警戒距离，还真不容易发现。上一世就是这艘战舰突然杀出来的火种战舰，造成南绝领舰队的全面溃败。但罪魁祸首找到你了。发射探测器监控，池塘号过来接我。这一次我要先下手为强。处于隐匿状态的池塘号很快出现在城市上空，发出牵引光束，接引王栋登上战舰。蜃楼系统果然强大，正好借着宿醉，可以一整天不需要露面。如果是在其他空域，我只能亲自动手，但这艘战舰竟然选择小行星带作为藏身之地，简直是自寻死路。释放定发式空雷，固定到敌舰周围的陨石和小行星上面。随着命令下达，大量空雷倾泻出来，隐蔽地固定在陨石上。这片小行星带隐藏着好几股引力湍流，是一个绝佳的天然陷阱。哼，空雷设置的时间快到了，接下来就能欣赏烟花了。后撤，离开这片空域。在池塘号撤离后不久，随着一阵急促的鸣响，潜伏多时的空雷被引爆，无数红色光芒在小行星带中闪烁着亮起，化作一个巨大的光团。这是星际时代最绚烂的烟火。被引力湍流炸开的陨石猛烈撞击着被包围的战舰，能量护盾也挡不住这种规模的天体碰撞。紧随着，布置在四周的空雷也被吸引过去。危急时刻，这艘战舰散布米氏粒子，试图屏蔽空雷的定向探测。米氏粒子是可以规避雷达系统的检测，也能躲避空雷的自主探测，但是这种挣扎只是徒劳而已。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背景，你的时间到了，上路吧。大量空雷被密集的引爆，战舰顿时变成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等到引力湍流平息，池塘号来到这片恢复了平静的星空。搜索残骸，回收战利品，找到敌舰黑匣子并摧毁。回收完成，累计获得主炮弹药53单位，副炮弹药658单位，标准能源450单位。这个徽章印记，果然不出所料，高地子爵。该走了。这里的残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引力吞噬，就算高地子爵领后续派人调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几天后的清晨，睡得迷迷糊糊的王栋被门铃吵醒，开门后见到的是一名陌生男子。你是？你好，王栋先生，我是行政部的工作人员，冒昧打扰，是邀请您去到矿星的行政官邸。矿星行政官邸，王栋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房间里有2名男子在这里等候多时。果然和男爵年轻时长得有7、8成像。王栋刚进门，矿星治安总长，同时也是丁玲的父亲丁卫春，热情地起身迎接。王栋也只能伪装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同时，另一边的男爵骑士陈沙义已经拿出了血脉检测仪器。王栋阁下的相貌一看就没问题，绝对是男爵的子嗣。只是抱歉，这规矩还是不能少。王栋阁下请放心，血脉检测只是走个流程而已。说着，陈沙义脸色凝重地将针头刺入王栋的手臂，在血液抽出片刻之后，盯着针管上的指示灯闪烁，两人都露出欣喜之色。请恕在下失礼，鄙人陈沙义是王磊男爵的直属骑士。
王东阁下，如果对我们的身份有疑虑，我也可以出具相关证明。丁总长我还是认得的，这位骑士阁下的身份我也没有疑问。王东阁下也许会疑惑，为何今天我们特意请您过来？这份检测结果便是答案。这是什么检测结果？我调查过王东的履历，智慧、勇气与胆魄三者皆有，加上前段时间矿区中的表现，作为黑石男爵领的继承人非常合适。这件便携型血脉检测仪中已经被输入了王磊男爵的血脉信息，抽取您的血液进行检测，就是为了确认您与男爵大人的血脉关系。您的意思是，我与男爵大人？不错，根据血脉检测的结果，您确实是男爵大人的直系血亲。今天的检测过程已经被记录下来，会与其他证明材料共同提交给王国的贵族议会进行审核，以确认您身份的合法性。听着两人所述，王栋震惊的表情也在慢慢收敛，完美展现了此刻激动又惊讶的心情。自走出福利院那一刻起，我就立下誓言，一定要拼搏奋斗，跨越阶层。但现在忽然告诉我，我本身就是特权阶层的一部分。请恕我冒昧，我的身份应该是不光彩的私生子，似乎并不需要郑重其事地向贵族议会提交资料进行审核。我来说吧。王磊男爵于2年前重病，至今未见好转，目前并无合法继承人。男爵夫人希望能够从其母族过继子嗣，继承男爵领土。男爵本人位于首都星系的本家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另外，男爵还有另一位年仅10岁的私生子，包括你在内，都是继承人的竞争人选。听起来像是一个大漩涡呀，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王栋阁下如果不愿承担风险，也可以选择放弃。王栋闻言笑了笑，男爵的位置他志在必得，故作谦虚再演下去反而适得其反。阁下请不要再试探我了，既然已经牵扯进来，这种事情哪里还有退出的余地？还不如豁出去搏一把。说得好，不进则退，不争则亡。王栋阁下不愧是男爵血脉，勇气可嘉。我对男爵领的内部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势力的支持。两位若能给我帮助，必将牢记心中。你完全有成为一名优秀继承人的潜质，但请恕我直言，男爵大人的另一名直系血脉王举军身具不凡异能，他的母族在男爵领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阁下目前并不占任何优势。不凡异能。听到这句描述，王栋很自然地露出惊讶的表情。现在的他是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所谓异能，是指操纵火种战舰时会获得某些方面的加成。王举军阁下的异能是最高机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原来如此，那还有哪些竞争对手是我需要注意的？王举军的异能我是知道的，紫色品质的深度收割，效果是提升战舰原点获取率10%。前世某个叛徒将消息卖给晋家，最后还是依靠我的池塘号被迫逃亡。男爵夫人方面的母族不足为惧，但是男爵大人的本家已经有2位人选抵达男爵领，与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支舰队，舰队的指挥官是男爵大人的叔父。也就是我的对手主要是我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本家来的2位。没错。当然，王栋阁下也有自身的优势。首先，您与王巨军阁下都是男爵大人的直系血脉，这一点更容易为男爵领地内的一干风尘所接受。男爵领的风尘都是当年跟随男爵大人真刀真枪拼搏出来的，我们只服男爵大人。至于其他什么本家什么男爵夫人，对我们而言都是外人。这次派遣陈沙一骑士来护送王栋阁下返回黑石星，本身就代表着男爵大人的态度，再加上阁下之前在矿区的表现，只凭借自身就已经占据巨大优势。丁总长过奖了，但我还是有信心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人，不会让你们失望。3人聊了一阵之后，王栋起身离开。临走之前，丁卫春递给王栋一个精美的盒子。
这是非通用版个人智能终端，小小心意，还请收下。王董阁下，明日上午我们启程前往黑石星，可以吗？多谢丁总长的礼物，行程时间我没有问题，全凭沙溢阁下安排。安全方面，王董阁下也无需担忧。明天启程时，我会派检矿区星域的巡逻舰队一同护送。前世时丁未春可没有这么热情，看来是想要在我身上下注了。这件个人智能终端是金雀花联邦进口的最新限量款，它的保密性极强，堪比军用款。陈沙溢的护航舰队，加上丁未春支持的巡逻舰队，应付接下来的星道团袭击，不会像前世那么吃力了。回到家中，王栋注意到附近布置着许多安保人员，显然是丁未春跟陈沙溢派来的人。不过，他们布置这么多人，也是在提防某些人可能会提前下手。请录制留言。我最近要外出旅游一段时间，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不要想我。这趟返回男爵府危机重重，还是局势稳定后再跟陈凌风他们联系吧。特权阶层长期垄断火种战舰相关资源，只有争到继承人的位置，获得黑石男爵领的爵士封号后，我才有资格购买一艘全新的初代火种战舰。不过，购买火种战舰的资金缺口，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难题。雷达系统发现目标。就在王栋思索着自身发展计划时，池塘号突然发来报告，监控影像显示出一艘侦察舰。一直让池塘号监视的这艘天虎商队侦察舰，终于开始行动了吗？监控影像上显示着一艘接驳舰正在通过引力光束将一些物质传送到侦察舰内。池塘号，开启隐匿状态追上去。也不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在航道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布置无人空间站自动清理接近的太空陨石，维护航道通行。有这玩意儿在，池塘号不能直接动手，还得先解决它。随着空雷被引爆，四周陨石运动变得混乱，一块陨石小碎片冲破了拦截，摧毁了空间站。得手了，空间站被陨石撞击损毁再正常不过。后面的尾巴都甩开了吗？报哥，半个小时前所有的尾巴都甩干净了。很好，只要离开矿区星域，进入其他星系，我们就安全了。天虎商队，我一定会回来重建的。有豹哥的英明指导，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就在这时，侦察舰队忽然响起急促的警报声，前方航道成群的陨石撞过来，外层装甲都被冲击得破烂不堪。怎么会有这么多陨石？航道上不是有空间站清理吗？干什么吃的？但还没等他骂完，隐藏在陨石带中的空雷被触发，将侦察舰当场炸毁。一直等候在附近的池塘号解除隐匿状态，轻而易举地将残余的战利品收入囊中。看来这些就是天虎商队剩下的家底了。这些坚固的容器大部分保存完好，这一趟运气不错啊，收获颇丰。次日清晨，换了一身衣服的王栋在安保人员的列队保护下走出家门，陈沙溢已经早在门前等候。王栋阁下，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话，我们现在就启程吧。没问题，接下来的行程麻烦阁下了。片刻后，舰队起航，盯着身后越来越远的星球，王栋都忍不住有些感慨。别了，匡兴。我的战舰云雀号是一艘战力综合评定10级的3代火种驱逐舰，这还是在被男爵正式授予骑士称号后才获得3代舰的购买资格。后来也是多亏了男爵垫付大部分购置款项，才能拥有这艘战舰。火种战舰的战力比起突击舰能强出多少？突击舰没有能量护盾，防御差距极大，必须有绝对数量优势，才跟火种战舰有对抗的可能。原来如此。哦，对了，我们返回黑石星需要多长时间？正常航行速度10天即可到达。
现在我们所在的矿区星域位于黑石男爵岭和高地紫爵岭之间。黑石男爵岭与高地紫爵、红叶男爵、沙鼠男爵接壤，其中又跟高地紫爵有领土纠纷，这里算得上最混乱、最危险的星域。据说在矿区星域附近存在星道团体。阁下不必担忧，虽然这片星域内有为数不少的星道团体出没，但那些星道一般不敢冲击矿区星域，并且以我们的舰队规模，足以震慑那些老鼠。看着陈沙溢自信满满的模样，王栋内心无奈。前世的他可是亲身经历过其中的危险。照您所说的情况，黑石男爵岭目前各方争夺继承权，从而导致内斗。这种局势下，窥视多时的高地子爵等势力，他们不会出手干预吗？有王国的律法约束，贵族们不可能直接动手。高地子爵再怎么猖狂，也只能在暗中动手脚，短时间也影响不到男爵岭。只要我们选出合适的继承人后，安心发展一段时间，很快就能稳定局势，恢复元气。还是过于迷信王国的权威性。且不说很快就会有人动手袭击，今后几年，地方贵族之间的冲突也会愈演愈烈。不过除了外部势力之外，那位男爵夫人背后的家族也需要警惕。前世就是他们散布消息，引来高地子爵的。丁总长将巡逻舰队派出，会否造成矿区星域守备空虚？放心，矿区星域出产的矿物对星道团而言价值不高，而且有着太空堡垒的保护，他们打不下来。那我们这一路会遇到星道团吗？能够吃下我们这支舰队的星道团，根本不会在这片星域盘踞。再说，谁会来啃硬骨头？王栋阁下尽管放心便是，有云雀号在，安全无忧。三番两次的暗示都无功而返，王栋有些失望。自信是好事，但这位骑士也太自信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如果能够把竞争对手摁灭在萌芽状态，那就是最节约成本的做法。沙溢骑士阁下，您的行程瞒不过其他人吧？这个，我们舰队的动向对于领地其他人而言，当然算不上机密。王栋阁下的意思是，您的舰队确实足够强大，但如果某些人想要动手的话，在我返回男爵府之前，是他们的最佳时机。王巨君阁下品性纯良，不会做这种决定。本家的舰队一直被牢牢监控着，一旦有所异动，我们肯定会收到消息。至于其他，离我们最近的哪方势力实力最强，并且做出这种事情之后能获取最大的利益？高地子爵岭，如果他们能够狙杀掉王栋阁下，无疑会让男爵岭内的局势更加混乱。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兵，但那些星道团有不少是只要给钱就能干活的蠢货，这个可能性很大。舰队提高警戒等级，以战斗姿态航行。随着陈沙溢的指令下达，前一刻还在正常航行的舰队立即转变成战斗阵型。如此流畅的阵型变换，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虽然我已经尽力清除隐患，但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还好有池塘号跟在后面，必要时刻也能加入战场。而就在这时，突然指挥室内响起警报：报告，侦察舰发现可疑迹象。前方航道发现战舰残骸，已查明是天虎商队所属的侦察舰。根据相关情报分析，伏击者通过事先布下的空雷，将侦察舰一举击沉。经过初步勘查，并非矿区本地势力动手，因为外来势力所为，很可能有星道团盘踞在附近空域。听着手下的汇报，陈沙溢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管他们是冲着天虎商队，还是冲着我们而来，我们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能大意。王栋阁下，也许您的担忧正在成为事实。您认为我们是否有必要改变行程？就算真的有埋伏，以我们舰队目前的实力，再加上巡逻舰队的协助，单凭星道团那些乌合之众，在沙溢骑士阁下的指挥下，他们绝对不是对手。相反的是，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未明的时候，就急匆匆地选择退缩求援，那会更符合某些人的预期。
所以我建议继续前进。以现在的舰队规模，只要提高警惕，多半出不了大事儿。但若是情况未明就龟缩回矿区星域，再向南绝岭求援，就算能躲过西劫，恐怕王栋会被扣上胆小如鼠的帽子，名誉受损，之后在继承人之争，可就落了下风啊。不过贸然前行，若对方还有其他安排，这其中的风险，王栋阁下想清楚了。凡事都有风险，沙溢阁下，既然踏上这条路，我就已经有进无退。选择是我做的，后果我也将自行承担。我对您的指挥能力有信心，其他的不需要考虑，尽管放心的去做，我相信你。谢谢王盾阁下的信任，全体听令，舰队保持战斗姿态，加速前进，进一步缩短敌人应变时间。4天后，云雀号舰桥内，陈沙溢指着面前屏幕上的星图，给王栋解释目前舰队的状况。经过4天的加速航行，舰队已经完成1半的航程。通过前方不远的虫洞后，我们就能抵达黑石南绝岭的防御区。如果有人要动手的话，这里将是最后的机会。重生前的那次突袭是发生在刚刚离开矿区星域不远的空域，有一支星道团在前方牵制，等到战局僵持之际，埋伏在身后的一艘高地紫绝岭火种战舰突然杀出，两面夹击之下，护航舰队遭受重创。沙溢拼死断后，将我送上了突击舰，再加上战斧号在旁边协助，这才勉强逃出升天。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石塘号报告，发现敌方战舰。就在王栋回忆着前世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池塘号的警报。池塘号的雷达系统一直锁定着星道团可能出现的方向空域，此时终于抓住对方的踪迹。发现了，还以为他们不敢来了。王栋通过远程操控，监控到远处的敌方舰队，在虫洞附近的空域，那里环境空旷，并不适合发动袭击啊。看来是我们一路加速，没有给对方留下应变时间，让他们匆忙赶来，不得已放弃了此前袭击的计划。虫洞附近空域，在池塘号的注视下，大群战舰悄然现身。白牙首领，此次我方已经给足了诚意，请您务必完成委托。星道团的首领白牙姿态傲然地躺在自己的座椅上，俯视着面前的中年男子。管家先生，大家也不是头一次合作，我白牙最讲信誉了。只是目标舰队的规模跟之前约定的可不一样，不是我白牙不讲信用，而是你们的情报出了问题，现在违反约定的可不是我们。一句话，定金我不会退，没有援军，我也不会上去找死。被称作管家的男子面无表情地盯着面前的白牙，如同一条冰冷的毒蛇。指挥室内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白牙首领，正因为不是第一次合作，所以我们的诚意您应该也知道。我们明白您的顾虑，所以已经联系好另外一支星道团与您共同作战。先前的计划不变，依旧是两面夹击，只不过改伏击为正面攻击，多数的损失我们会加钱。管家先生，我们星道团之间可不像你们领地的舰队，能随意调配。星道团之间没有人能互相信任，两面夹击也可以，但谁先上？你又能保证如果战况不利，他们不会先撤，留我们挡刀？白牙首领无需担心，这次和您配合的是钢骨星道团。钢骨，听到这个名号，白牙脸色一变，顿时站了起来。竟然是钢骨！看来你们这次是下定决心，不惜代价也要干掉那群人了。钢骨星道团的实力强悍，比我的白牙星道团更强1倍不止。传闻其首领钢骨曾是金雀花联邦正规军出身，
战斗力强，并且信誉度极高，声名显赫。这些人竟然连钢骨都请过来，下了血本呐！没错，就是钢骨。如此一来，白牙首领应该可以放心了吧？现在钢骨已经抵达附近，我们要赶在护航舰队穿越虫洞之前发动袭击，否则一旦被目标投入虫洞，我们很难有机会追击。明白了，既然是跟钢骨配合，我自然会全力以赴。侦察舰发现不明舰队，数量13。能级反应确认，不明舰队结构分析：1艘火种战舰，12艘突击舰。舰长阁下，是否明码通讯，以确认不明舰队身份？这支舰队的旗舰是白牙星道团首领的座舰白牙号。王栋取出丁卫春赠送的智能终端，盯着上面的资料信息，眉头微皱。旁边的陈沙溢见到，也是微微有些惊讶。王栋阁下，您竟然有白牙号的情报资料？翠鸟会馆的少馆主林凯与我有些交情，之前我特意的找他购买了附近空域几个比较突出的星道团的简略资料。沙溢阁下，既然能确定对方的身份，那您看，既然明确了对方是星道，又堵在我们舰队航行的方向上，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全舰队集火，目标白牙星道团。全舰队，1分钟火力齐射准备。在确定了对方身份之后，陈沙溢没有片刻犹豫，极其果断地下达了攻击指令。维持战斗姿态的舰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主炮充能，锁定了白牙星道团的坐标方位。紧随着，这是密集的炮火齐射，绚烂的光点亮了空寂的宇宙。而主炮火光闪耀着还未平息，等不及第1轮齐射确认战果，陈沙溢迫不及待地下令：第2轮集火炮击准备，原坐标覆盖。第3轮炮击的坐标调整，发射。第4轮集火炮击准备，第5轮集火炮击准备。在一片接连不断的主炮震颤中，整片星空顿时间都遍布绚烂的能量光柱。舰队在陈沙溢的指挥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连续5轮超视距齐射。3部米氏粒子恢复航向，保持战斗航速，往虫洞方向前进，迅速通过虫洞返回男爵岭的腹地，不要跟他们纠缠。与此同时，在白牙号指挥室内，正在布置战斗计划的白牙看着屏幕上突然出现的密集光点，脸色有些疑惑。那是什么？报告首领，发现目标，不，发现高能反应，警报，即将遭遇超视距炮击。紧随着，白牙号尖锐刺耳的警报声响起，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也全都变成刺目猩红的光。几乎是触发警报的瞬间，白牙展现出一个身经百战的星道反应。全功率激活护盾，3部米氏粒子，全速规避弹道。白牙的反应很快，星道舰队也做出了相同的规避动作，但还是迟了。这一轮炮击的覆盖已经落下，绚烂的火花在白牙舰队的阵型中炸开，连白牙号都被正面击中，颤抖着发出警报。本舰承受正面炮击，舰首部位装甲受损。该死！孙管立即执行抢修作业，只要散布了米氏粒子，对方失去精确的射击坐标诸元，后面的根本打不中。区区1轮远距离炮击而已，我们能顶住。发现高能反应，第2轮超视距炮击即将来袭。不要怕，我们已经进行规避，对方的第2轮炮击纯粹是在碰运气，他们打不中。正如白牙所判断的，第2轮炮击发射的大量光束擦着白牙舰队的边缘掠过，只有极少数命中，造成的损失几乎为0。舰队报告，第2轮炮击造成1艘突击舰中度受损，4艘轻度受损，仍旧保持战斗力。黑石男爵领的正规舰队也就这种水平而已，哪怕掌握先手权，还是奈何不了我们。他们的攻击到此为止，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管家先生，钢骨星道团还有多久能赶到？我们马上就要接敌了。白牙首领放心，钢骨星道团就在附近，只要我们稍作拖延就能赶到。
只是两人的对话还没说完，又一道警报声急促响起。首领，我们即将遭遇第3轮超视距炮击！我操，还有完没完？一阵轰鸣颤抖中，第3轮炮击覆盖了白牙舰队，大量损失报告迅速汇集而来，让白牙脸色惊恐。首领，8号舰沉没，7号舰重创，他们被对方主炮正面击中，已经丧失战斗力，申请退出战场。什么？怎么可能？首领，4号舰一口气吃下3发动能弹，同样丧失战斗力。另外，还有2艘重创，2艘轻伤。对方的超视距炮击命中率38%，这是什么道理？这不符合逻辑啊！首领，又来了，第4轮超视距炮击。还未从上一轮齐射中恢复过来的白牙舰队，再一次被跨越星空而来的光束淹没，更加密集的炮火在舰队中绽放。我方舰队在本轮炮击中被命中6发，突击舰2艘沉没，2艘重创。根据光脑判断，对方超视距炮击拥有28%的命中率。指挥室内，白牙脸色铁青，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但紧随着又是警报声。第5轮超视距炮击。剧烈的颤抖中，白牙舰队再一次蒙受重创。通讯频道内一片杂乱，全都是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命中4发，1艘沉没，2艘重创。首领，我们撑不住了，撤吧！首领，对手太邪门了，我们撤吧！我刚看了黄历，今天的日子不适合动手，不如我们先回去休息2天。接二连三的损失让整个星道团都几乎要崩溃，连中层指挥官都在频道里抱怨，以各种理由要求撤退。白牙气得咬牙切齿，但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容他意气用事。钢骨星道团没能及时赶到，害得我们以寡敌众。今天算那些家伙运气好。兄弟们，我们撤！首领英明，赶紧走，赶紧走！白牙首领，我知道您的难处，但目前局势既然已经这样，不如我们……但白牙的命令刚刚下达，身旁的管家却凑到他耳畔低声耳语。起初，白牙还有些不愿，但随后表情也变得坚定起来，脸色阴沉地盯着管家。要说心黑，还是你们这些贵族最黑。难怪你们是贵族，我们是星道。你的承诺必须兑现，但先要给我点时间稳住士气，尽量想办法让他们再动起来。没问题，我们的承诺永远有效。只要这些蠢货再动起来，给钢骨创造机会，哪怕不能拦下那些人，也能给他们造成一些麻烦。哼，反正钢骨不可能将预付的报酬再吐出来，那就不通知他们夹击计划失败，拿他们的贱命试试那些人的成色也好。看到白牙舰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王栋钦佩不已。这可是单方面的吊打。沙溢阁下真是猛将之姿啊！这么精准的超视距远距离炮击，一般人可做不到。过奖了，这种超视距炮击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本事，并且也就是对付这些乌合之众有点效果。遇上真正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只要对方谨守阵列，这种程度的炮击也很难造成如此战果。我本以为这是一场激烈的血战，没想到陈沙溢的指挥这么猛，不费吹灰之力直接干掉了对方。这种程度的战场指挥能力，绝对是个猛将。只可惜前世战死得太早。池塘号又发现有舰队在迅速靠近，难道是……王栋刚放松下来，一直在暗中戒备的池塘号又发现一支舰队往他们靠拢。同时，云雀号的雷达也捕捉到了异常，
侦察舰发现不明舰队，1艘火种战舰，8艘突击舰，正在对比数据库情报，确认对方身份是钢骨星道团。钢骨星道团，这可是个硬茬子。不过没关系，这个距离他们追不上的。陈沙溢神情轻松，没有将钢骨星道团当成威胁，他们很快能进入虫洞，根本不需要跟钢骨纠缠。但王栋却回忆起前世的遭遇，脸色不由得有些凝重。钢骨星道团是正规军出身，战力强横。前世在最后那场围剿战役中，死战不退，直到全员阵亡。特别是那座旗舰钢骨号，在能量护盾破损后，仍以死亡冲锋的姿态，连续12次接线，险些反过来打崩围剿舰队。这种层次的对手，会那么容易把嘴边的猎物放走吗？沙溢阁下，我觉得以钢骨星道团以往的作风，恐怕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翠鸟会馆给你的情报只能用来参考，但真正的情况却不止如此。舰长钢骨锻体术终极圆满水准，麾下的上百名冲锋队都配备有绿色品质的制式军用外骨骼装甲，极其擅长接舷战，所以只需要拉开距离，他们根本发挥不了战力。沙溢阁下，难道您曾经与钢骨星道团打过交道？对钢骨星道团的通缉令早已发到黑市男爵岭，我只不过看得详细一些而已。奉劝你一句话，情报这种东西，永远只能信一半。云雀号全速航行，向虫洞航行，剩余战舰断后掩护。只要我们进入虫洞，对方不会浪费精力纠缠。钢骨星道团的主要成员都曾是金雀华联邦的正规军，在得罪某个世家之后，才被一路通缉，落草为寇。连男爵岭都能收到通缉资料，显然是那个世家的手笔。仇家的情报更加精确，但他们会这么简单被甩开吗？按照双方目前的速度对比以及相距虫洞的航程，钢骨舰队的突击舰无法在我们进入虫洞之前加入战场。钢骨若是选择单舰突入，我们也能够脱离舰队保护，单独进入虫洞，甩开他的追击，避免接舷战。虽然钢骨号的战力综合评定达到15级，远超10级的云雀号，但云雀号搭载着绿色附加模块，可以提升13%的航速，速度更快。只要想走，钢骨号拦不住我们。钢骨号脱离了舰队，独自向我们追过来了。不用担心，航速方面，云雀号有绝对的优势。就算钢骨号的引擎模块经过强化，但也绝对追不上来，不必担心。等等，那是……但就在陈沙溢信心满满之时，突然间，钢骨号化作一道蓝色的光，跨越了极远距离的星空，顷刻间赶上了云雀号。钢骨速度竟然这么快，这是从哪里获得一件加速模块？突击舰队立即改变航向，拦截钢骨号，不要让它靠近。该死！一旦两舰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到曲径折跃的有效范围内，钢骨号就能发动附加模块，无视能量护盾，进入接舷战。云雀号上一片慌乱，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盯着迅速逼近的钢骨号。王栋盯着雷达屏幕，脸色冰冷。这就是所谓命运的惯性吗？上次是白牙星道团的接舷战被迫逃亡，这次换成了更强的钢骨。前世重演，我绝不会束手就擒。池塘号以隐匿姿态全速前进，靠过来，准备释放空雷。接到陈沙溢的指令，突击舰队拼命地拦截，但完全无法影响全速突进的钢骨号与云雀号的距离正在不断缩小。连米氏粒子都不释放，这是准备仗着自身防御直接冲到折跃范围吗？王栋阁下，请您立刻登上救生舱，等到钢骨号接舷，我会释放大量救生舱，混淆对方的视线，会有突击舰来接应，我会拖延足够的时间，一定确保您的安全。现在就认输，未免太早了。就算他追上来，也不过是接舷战而已。给我一套外骨骼装甲。其实，我的格斗能力也还可以，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前世我就是这样逃离的，但这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就算暴露池塘号的踪迹，也在所不惜。池塘号，准备作战。就在王栋准备不顾一切拼命的时候，战场上陡然间出现了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意外。那是一声轰然巨响，
高速行驶的钢骨号舰尾突然发生爆炸，剧烈的爆炸让整艘战舰熄火，引擎动力与能量护盾同时消失，速度瞬间归零。池塘号停下，继续保持隐匿状态。一级火种驱逐舰，舰体受损，状态44%。盯着辅助系统显示出来的数据面板，王栋迅速分析着钢骨号目前的状态，试图弄清楚发生什么事。从辅助系统的分析来看，就在几分钟之前，钢骨号的状态还是完好。应该是钢骨号舰尾引擎舱的部位出了问题，目前正在消耗原点修复。但又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引擎故障？不管钢骨号究竟是真有问题，还是伪装，都不必管它，继续全速前进，目标虫洞。其实可以让云雀号拉开距离进行远程打击，同时调动突击舰队围攻，钢骨号大概率会被当场摧毁。不过沙耶的做法也是稳妥起见，免得再出意外。万一对方的突击舰队赶上来，局势又会不一样了。就在这时，云雀号准备撤离的时候，一道通讯请求突然连接进来，传来了一个让王栋有些意外的声音：“我是仲达，王栋的朋友。我刚刚炸毁钢骨号引擎，现在身处救生舱内，估计钢骨很快就会发现我的踪迹，请求救援。”司马仲达？怎么会是他？马达是我的朋友，有过命的交情。沙耶骑士阁下，请您支持我，下令全力救援。司马仲达冷静理智，不像是会做出这种舍己为人之事的人。这次能够甘冒生命危险做的这一步，实在难得。如果陈沙耶想要明哲保身，我凭着暴露池塘号的风险，也要将他救下。陈沙一闻言皱着眉头，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不明身份的请求往往就是陷阱，但此时也不得不考虑王栋的态度。王栋阁下，这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并且如果耽误的时间太长，钢骨号随时可能恢复过来追上我们。首先，按照原来的趋势，钢骨号完全能够追上我们，没有必要设下这种陷阱。另外，马达跟我的关系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应该捕捉不到这个情报。此外，以钢骨的存在终究是个隐患，如果一举将他们歼灭，则后顾无忧。最后，马达既然出手帮忙，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我向来是恩怨分明，有恩必报。你说的不错，有恩必报是男爵大人一贯以来的作风，忘恩负义不是一名合格继承人应该做的。王栋阁下，我很欣慰您做出正确的选择。本舰转向，目标钢骨号，突击舰队炮火齐射，目标钢骨星道团的突击舰，让我们以黑石男爵之名碾碎星道团。原本准备脱离战场的舰队，顷刻间又调转航向，径直朝着钢骨舰队冲去。在舰队火力的齐射下，失去钢骨号的支撑，星道团的其他战舰根本不是对手，被打得节节败退。报告，敌方突击舰队已经失去作战能力。很好，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已经达成。云雀号向钢骨号靠拢，接应救生舱。没有任何人阻拦的云雀号很快赶赴战场中央，射出牵引光束，将救生舱收容到船舱。看着屏幕上救生舱中容貌有些陌生的司马仲达，王栋也在内心思索：容貌做过伪装了，还是在躲避金家的追捕吗？目标已经救出，现在没有顾虑了，主炮开火，目标钢骨号。火种战舰的主炮威力极大，命中钢骨号的舰尾，引擎舱顿时被引爆，整艘战舰近乎断裂成两截。在确认钢骨号已经彻底丧失战斗力之后，陈沙溢也按照惯例发出了通讯请求：钢骨，事已至此，不要再做徒劳无谓的挣扎，投降吧。连接通讯的钢骨脸色讥讽地盯着他，一双眼睛充斥着杀气。只有站着的钢骨，没有跪下的钢骨，否则我何须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要杀就杀，不要废话。陈沙溢看着屏幕上钢骨慷慨赴死的姿态，哪怕是对手也不免有些敬佩。阁下的决议我已经收到，那么就由我云雀号来为阁下送上最后的。稍等，沙溢骑士阁下，能否让我与钢骨首领交流几句？是我失礼了。王栋阁下作为黑石男爵领的继承人候选，
才是更加适合作为舰队代表。那么接下来与钢骨阁下的交涉，就由您全权负责。钢骨阁下，我是王栋。作为阁下本次的行动目标，想必您对我并不陌生。见到王栋站出来接过通讯主导，钢骨目光漠然地瞥了他一眼，直白地报出了他的身份资料。王栋，黑石男爵领地王磊男爵的长子，私生子，继承人的竞争者之一。我接到的任务就是杀了你。王栋打量着面无表情的钢骨，也不介意他的沟通方式。只要肯开口，就说明有希望。如果钢骨真的是一心求死，不会这么轻易就给出回应。钢骨阁下能力不俗，黑石男爵领求才若渴，希望能够获得阁下的加盟。如果愿意接受招揽，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我已经说过，只有站着的钢骨，没有跪下的钢骨。贵族与世家都是一路货色。年轻人，把你的小心思收起来。想要把我当做你登上继承人位置的筹码，你还不够格。首先，继承人的竞争从来都不是重点，这个位置必定是我的，否则也不会有人特意请阁下来出手针对我。其次，人都有好坏之分，贵族或是世家也不例外。黑石男爵领与金雀花联邦那些世家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打算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在不久之前，我与一些同是平民阶层的小伙伴，还在因为遭到某位星域贵族的觊觎而绞尽脑汁斗智斗勇。这点上，我很佩服阁下当时的勇气与决断。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为黑石男爵领地，或者干脆就是你这个毛头小子效劳吗？明确告诉你，我宁愿今日就战死沙场，也不会再屈膝低头。今天既然是你们赢了，那就杀了我，不要再浪费时间。见到手下败将还敢如此猖狂，陈沙一情绪激动，就要对着屏幕上的钢骨破口大骂，但却被王栋拦住，摇头示意他不要激动。忠孝周培强，你放弃军人的尊严，又放弃跟随你多年的手足同胞，现在又准备放弃掉自己的生命，那么你是否已经把你身负的血海深仇也一并放弃掉了？父母、妻女，乃至兄弟姐妹，周家上下10数口的血海深仇就这样被放弃掉了，你还是不是男人？提到自己身上背负的血仇，在一瞬间让钢骨暴怒起来，燃烧的怒火让他眼中遍布血丝，甚至想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复仇，泪水忍不住滴落。我没有放弃，我要亲手把那个畜生千刀万剐，挫骨扬灰。为了复仇，我不惜放弃我的名字、我的身份、我曾经的荣耀，所有的一切。为了复仇，我手下的兄弟们跟随我九死一生。为了复仇，我不惜成为我曾经最厌恶的人。你他妈的懂个屁！你所谓的复仇，就是干掉一个微不足道的狗腿子，外加对方的一条手臂而已。如此血海深仇，这样你就知足了？你的复仇仅此而已吗？你知道什么？我凭着那些护卫的阻挠也打烂他一条胳膊。可那个狗东西竟然还有高级单兵护盾，哪怕我拼死不退，用尽全力也打不破那个狗皮护盾。要不是兄弟们拼死相救，所以你就不敢再回去复仇，自暴自弃了，还浪费了你那么多兄弟的性命。你就是个孬种，懦夫！我没有，我还记得，我没有放弃，我时刻想着。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就在这时，通讯再次恢复链接，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司马仲达，以及站在他身后戴上了一副特制面具的钢骨。
前任指挥官冈谷已经自裁，这是我的副官周泰。现在冈谷星道团由我指挥，冈谷星道团现任指挥官马达向贵方请求投降。在远处的白牙号，盯着雷达屏幕上陈沙溢的舰队与冈谷舰队会师，一起朝着星空深处驶去。白牙和管家都是一脸茫然，盯着舰队离去的方向，都有些不知所措。冈谷就这么败了？好像是。云雀号上，透着特制的玻璃窗，王栋跟司马仲达并肩站着，眺望茫茫宇宙。马达兄，这次多亏有你舍命相救，我才能平安度过此劫。当时时间仓促，只能兵行险着。不过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护航舰队没有选择去救我，我依旧能返航冈谷号，继续我的星道生涯。不错，这才是我心目中司马仲达应该有的水准和习性：理智冷静，思维缜密，永远给自己留下后手退路。哎，接管冈谷号之后，这几天怎么样？那些星道没有难为你吧？还算顺利。自从陈沙溢阁下承认我对冈谷号的所有权以来，这几天我通过副官的帮助，算是彻底掌控了冈谷星道团。几天时间就掌握了星道团，马达兄的能力果然不俗。我目前的处境，马达兄想必有所了解，过来帮我，如何？那以后我们可得分清上下级关系。指挥官大人，我会带着你们走向更辽阔的星空。没有了其他势力的拦截，全速前进的舰队很快就抵达了一颗蔚蓝色的居住行星——黑石星。外层轨道上，一座巨大的飞船空港悬浮在太空，戒备着任何过往的星际飞船。这2年，随着男爵身体的每况日下，黑石星的警戒等级一直都在逐步提升。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禁止任何战舰直接进入黑石星。稍后，我们乘坐磁浮空梯就能很快到达地面。我明白。脱离了舰队的云雀号很快进入空港停泊，庞大的星际空港足以容纳整个舰队。云雀号停泊的这座空港属于我舰队的控制范围内，冈谷舰队能在这里得到最完善的维修和补给。一切就麻烦沙溢阁下了。通过磁浮空梯，从外层轨道笔直向地面下降。不过片刻，两人就抵达了行星地表。踩着草地，感受着微风拂面，王栋不禁有些惬意的深呼吸。等到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站了一段时间，陈沙溢在旁边等候多时。黑石星确实是个好地方，比起矿星来，环境大有不同。很抱歉，让沙溢阁下久等了。王栋阁下无需在意，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本就是人之常情，只是几分钟时间而已，算不上耽搁。不远处的候机区，有一名身形笔挺的老者正在等候。男爵府的大管家沈富贵，是男爵绝对的亲信，让他来迎接我，这充分表现出男爵的重视。哼，前世我可没有这种待遇。这说明，那位男爵始终都在关注我的动向。男爵本人的身体虽然已经不行，但在男爵领内，他的意志依然有足够的执行力。我目前所欠缺的一切，男爵都可以为我补足。用尽手段争抢继承人的位置，那是下策。前世我就是一直没看明白这一点，这次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位是男爵府的大管家沈富贵，也是男爵最信任的人。王栋阁下可以称呼其为沈管家。沈管家，这位就是王栋阁下，男爵大人的直系血脉。王栋阁下，欢迎您回到男爵府。沈管家，很高兴见到你。别看这老头头发花白，其实断体术已经达到中级阶段，一只手可以打至少3个我。而且男爵抱恙多年以来，男爵府内的大小事务，这位大管家都有参与，就连男爵夫人都要对其礼让3分。王栋阁下，我的任务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那就过几天再见。这次辛苦沙溢阁下了，再见。近期内，男爵领警戒等级提升，
禁止大型飞行单位升空，所以目前只能乘坐悬浮车，请多谅解。男爵大人正在府内等候与王栋阁下的见面，请上车。王栋阁下似乎一点也不紧张。这趟行程的主动权不在我，再紧张也没有用。高速行驶的磁悬浮车上，沈富贵面带微笑地看着面前的王栋，两人目光相接，彼此试探。但王栋阁下就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能够直接见到男爵本人才是最重要的，在此之前，其他的无关紧要。哦，王栋阁下的想法确实有趣。我只是不想做多余的事，在事情决定之前，任何举动都没有意义。但是，可阁下在不久之前对阵钢骨星道团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姿态，以及在矿星的时候坑杀那支商队的气魄，可是跟阁下说的不一样啊。那是无奈之举，为了自保，只能逼自己一把。看着王栋这副谦虚的姿态，沈富贵反而是闭上眼睛，仿佛在回忆着许多年之前第一次见到某人的时候。沙溢骑士说的没错，在某些方面，王栋阁下确实与男爵年轻时十分的相像。只是凑巧，不敢与男爵比肩。这方面你倒是可以比肩，毕竟男爵大人年轻时也一样的厚脸皮。这话王栋都不知道怎么接了，一脸无语地盯着这个老头。男爵大人年轻时坑蒙拐骗，骗来12名骑士与5名顾问，最后经过20多年的开拓，才有了今天的黑石男爵岭。但现在男爵眼看着要倒下，有些人就坐不住了，觉得继承人的人选，他们也应当有发言权。王栋阁下，您怎么看？一上来就提出这么个敏感性极高的问题，这老家伙不会是想要坑我吧？这是男爵阁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我的看法并没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什么。小狐狸，这糟老头子避祸可是一把好手啊！前世等到男爵死后，他直接跑路，不知道都在哪个星球逍遥呢，避开了后续的祸端。恕我直言，男爵正值壮年，到底是何种病症会这么严重？那是一种未知微生物感染，导致身体机能被持续破坏。如果不是男爵的断体术等级很高，恐怕早就支撑不住了。没有治愈的手段吗？男爵的本家在首都星系，他们能拿到更好的医疗资源。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微生物，王国的医疗机构实力再强，也不可能专门研究相应的治疗药物。那么，是否有某种通用型药物能够产生效果？听到王栋提出这种猜测，沈富贵也是有些意外，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金雀花联邦的科学院不久前研究出一种通用型的免疫药剂，但这种实验产品成本高，男爵岭已经尝试着派人去沟通，目前还没有回音。这种层次的信息你都能掌握，看来阁下有特殊的消息渠道。只是听说而已，希望能有好消息。2个月后回音倒是有了，但对方叫价1万月币，还不保证疗效，这是往死里薅羊毛。在金雀花联邦许多人的眼里，紫金王国的贵族们就是一群人傻钱多的乡下土老帽，指望这条活路，希望不大。悬浮车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抵达男爵府。出现在王栋面前的是一座壮观的白色城堡，还有一大群人夹道迎接。这座仿古城堡的名称叫做白银之堡，由男爵本人亲手设计，作为男爵大人的常驻地。星际时代的城堡，哪怕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再次见到也难免有些激动。走廊的两侧本应是挂着历代城堡主人的画像，
但白银之宝目前还在第一任主人手中。于是，这个位置上挂着的就是变成黑石男爵领初代封臣们的画像。男爵本人果然是很念旧情的人，或者说，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主。男爵已经恭候多时，阁下，请进吧。王栋没有犹豫，步伐平稳地走进房门。他也终于见到了黑石男爵，他血缘上的父亲。那是一名脸色苍白的中年男子，神色憔悴，瘦骨嶙峋，只剩一双眼眸依然明亮。你来了，坐吧。关于你以及你母亲的事情，我很抱歉。其实不需要道歉。在矿星福利院中的童年生活，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糟糕。星际矿工这个职业，我也很喜欢。总体而言，我过得还算不错。与记忆中一样，人都已经受到脱刑了，只剩下2年的时间。你表现得很豁达，这很好。只有一颗宽广的心，才能够包容足够的事物。对于上位者而言，这一点很重要。我看过你的消息，在矿星时，你曾主导矿工们一起坑杀天虎商队战舰。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据我所知，你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摆脱被天虎商队强迫的境遇，而不是将自己陷入险境之中。考验来了。不错，无论是找空沙商会，还是通过矿星治安总长的关系，我都有不小的机会摆脱困境。但没有必要，不仅欠下人情，还无法解决天虎商队这个隐患，他们随时会重新找上我。天虎商队对矿区内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想要摆脱他们的方法有很多。至于后续的坑杀嘛，我承认是早有预谋的。天虎商队的勘探行动实施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很容易的与那些被胁迫的矿工们达成默契。那为何在一干被胁迫的矿工中，是由你这个资历最浅的人来主导这次行动？也许是畏惧天虎商队的势力，也许是害怕遭到报复，也许是没有意识到危险，也许是顾忌连累到家人，谁知道呢？理由有千万种嘛。至于我，只是觉得成功的概率很大，失败了也有退路，可以一试。但这次行动与你一直以来谨慎为主的做事风格似乎并不一致。但有些时候底线不能退，哪怕退一步，以后人就站不稳了。天虎商队想用我的命去给他们探路，那就只好请他们先上路了。黑石男爵赞赏地点了点头。这个私生子在某些方面确实与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在矿星区域返回黑石星的航程中，那位所谓的挚友马达在你之前的资料里仅仅出现过一次。就凭这一次接触，你就在关键时刻选择相信他，你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情况很明确，钢骨号不需要采取多余的举动，完全就可以直接与云雀号进入接舷战。然而，有些人是一见面就能知道可以成为朋友的。让云雀号掉头，我有足够的把握，而不是在冒险。这个理由不够，但没关系。钢骨是个不错的人才，正规军出身，经验丰富。一路厮杀下来，潜力已经被基本开发出来。对于这个人你怎么看？关于钢骨，他掌握了多少信息？陈沙也应该不会瞒着他，不过场面上我也不能轻易承认。既有正规军堂堂正正的素养，又经历星道鬼局机灵的变通正机结合，可以为帅。钢骨是个人才，奈何宁死不降，可惜了。啊，死了吗？也可以吧，
那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听候男爵阁下的安排。你倒是打得好算盘，就没点自己的想法吗？我不认为在目前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任何决定，会比男爵阁下的意见更明智。假如男爵阁下已然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那么我会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取各方势力的支持。但您依然清醒，那么在这块领土上，服从您的决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看着王栋拐弯抹角的拍马屁，男爵笑得更开心，眯着眼睛打量着自己这个私生子。你觉得这座白银之宝怎么样？简直就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很难想象，在一个星际时代还能够看到如此富有韵味的城堡。你喜欢的话，就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吧。你的弟弟在3天后也会抵达白银之堡，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相处。王栋恭敬地行礼离开，走出书房，关上门，守候在书房门口的沈富贵带来一位女仆迎了上来，带王栋阁下前往他的住所。是，阁下请跟我来。送别了王栋，沈富贵走进书房，一见到男爵，脸色却严肃起来。以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这样浪费体力，在维生舱内见面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做值得吗？男爵虚弱地依靠着椅子，脸色苍白，却依旧微笑着。与长子的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躺在卫生舱里？让他见到我那副模样，还以为我是什么风烛残年的老家伙。他敢？他连钢骨都敢拿捏，又怎么会不敢？话说老生，你觉得他会怕你吗？他应该对我还是很尊敬的吧。老生，你知道吗？虽然明知我们之间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有种感觉，王栋对我并不陌生，就仿佛我们曾经相处过一段时间一样。他对我没有丝毫的生疏感，这不是看过一些资料就能够做到的。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血脉相通吗？那么就决定是他了。除了他还有谁？许君年纪太幼，其他人选更是可笑。我王磊的血脉还在，哪里轮得到外人来觊觎家业？只是没想到，选择我这位长子，原本只是不得已之举，没想到竟然收获额外的惊喜。也许我的继承人能做出超越我的功绩也说不定。你自己的家事当然由你来决定，回头记得把你那些个红颜知己给安顿好就行。哎呀，我不行了，哎呀，快把我送回卫生舱，哎呀，让我躺躺。这里倒是和前世一致，在书房内甚至还有一台星域网的接入舱。前世男爵苦苦支撑2年后，终于撒手人寰，失去了他的庇护，天方伯爵跟晋家纷纷来袭，领地分崩离析，我只能在少数男爵嫡系掩护下仓皇出逃。虽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男爵没有尽到多少抚养义务，但至少在那段时间，男爵确实是我头上那把撑开一片天地的大伞。这份情我认。这一次回到男爵岭，我一定还上这份情。这本是断体术的修行法门，以及我修行断体术的心得。盒子里的是断体术修行入门所必须的心草，我都安排好了，去训练场吧。是。书房，黑石男爵拿出一本手稿笔记与木盒，
王栋恭敬地将2件东西接过，朝着男爵行礼告别。从书房出来后，盯着手里的2件物品，王栋忍不住露出喜色。终于等到这个时机了。巨剑星河的时代，孱弱的人体，短暂的寿命，成为人类文明走上星空之路的最大桎梏。而断体术，就是人类文明踏上进化之路的关键性一步。它与火种源密切相关，与火种战舰同等重要，都是人类文明成长的阶梯。断体术的修行，同样是特权阶层垄断的另一重要资源。修行法门还好说，关键是修行入门必须的星草。星草原本是一种不算太过稀少的太空植物，在一些环境适合的空域内生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野生的星草早已被采集一空。现在的星草基本上都是星空种植园人工培育出来的，只有特权阶层通过申请才能采购。王栋阁下，我是林辉，接下来将由我指导阁下的断体术修行。来到训练场，王栋换上一身训练服，看着面前的断体术教练林辉。林辉骑士，同样是男爵的心腹，也是目前黑石男爵领内断体术修行水准最高的风尘。王栋阁下，在正式开始修行断体术之前，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断体术的情况。断体术历经数千年，已陆续更迭过10多个版本。目前断体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被普及的大众版本，以及掌握在少数群体手中的若干个后续版本。已经公开的3个阶段，每个阶段皆有5个等级，初学者没有等级。所谓的被普及的大众版本，指的是在贵族世家中普及，后续版本则是指更高的层次。前世一直到最后，我也没能接触到神秘的后续版本。断体术的效果非凡，初级可提升精神，保持健康状态；中级能够将人体各项机能提升到极限；再往后是高级阶段，届时每一个等级的突破都能提升人体上限，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还有概率觉醒一项异能，能够提升火种战舰各方面属性。至于高级断体术再往上，就不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领域，只是传闻或许能实现生命层次上的进化，成为真正的宇宙生命体。不过那些都太遥远了，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始断体术的修行。首先请您先阅读初级断体术的注意要领。断体术的修习并不容易，初级断体术中包含36个违背人类生理的高难度拉伸动作，修行时的肉体痛苦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如果没有用星草辅助强行修炼，轻则残废，重则死亡。在简单的翻阅修炼笔记之后，王栋在自己身上涂抹了星草，正式进入了修炼阶段。这些内容他前世早已熟悉，不需要重复记忆。星草的使用并不复杂，进行简单的萃取，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全身上下，静待半个小时，充分吸收后即可。当萃取后的液体完全褪色，就开始下一阶段。首先是第一个动作，极力向后伸展。初次修习，需要控制好动作幅度，同时保持呼吸节奏，感受宇宙游离能量的注入。接下来是感受自己身体的痛苦。话音落下，林辉走到王栋身边，毫无征兆地开始出手，拳落如雨，按照一定的节奏韵律，均匀地打在王栋身上。好痛！第一阶段，承受疼痛，集中注意力，去感受宇宙游离能量。第二阶段，感应宇宙游离能量，并将其引导入体内。第三阶段，对宇宙游离能量的进一步引导，消弭身体所承受的痛苦。3个阶段组合起来，就是完整断体术入门。不闪不避，强忍着身上的剧痛，王栋咬着牙支撑着没有倒下。如果连这点疼痛都忍不了的话，哪有资格更进一步？
我有前世的经验，可很快就能进入状态。终于成功了！我感受到宇宙游离能量的存在，并成功引导它深入体内。什么？你这就感受到了？王栋阁下做得不错，请继续保持。他竟然在第一次休息时就直接完成了前面2个阶段。正常来说，这需要半个月以上。现在您可以休息4个小时的时间，在此期间不要进行过量的运动。我会交代厨师为您配置合适的营养餐。下午2点，我们继续进行断体术的休息，您看如何？他有着这么强的天赋，我的断体术课程安排得再多些，不能浪费了这份潜质。非常感谢灵辉骑士阁下的教导，下午我会准时到达，继续接受您的教诲。断体术对人体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有所松懈，修炼成果就会开始退化，只有彻底某个阶段才会固定下来。所以坚持2字是断体术初级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断体术每一个动作的练习都是在挑战人体极限，每一秒都极其漫长。好不容易完成了训练的王栋已经累得喘不过气。王栋阁下，您的表现很好，您是我见过资质最强的天才。只要能够保持今天的效率，不到1年的时间，完成断体术初级阶段的修行，这个速度简直能创造星系纪录。等等，灵辉阁下，希望你能对我的修行进度进行保密。保密？没问题。不过男爵大人那边，我会如实汇报，请王栋阁下谅解。好的。不知不觉已经休息3天了，适应后有希望能够在晚上时再多加1轮修炼，1天3轮。得快点了，安排的晚宴时间快到了。夜晚，王栋换上了一身特制的礼服，走入宴会厅。脸色苍白的男爵坐在主位，正在朝他招手。其余几人早已在洗衣间等候。来，坐我旁边。男爵阁下，夫人，晚上好。坐下吧，就等你了。你好。相比于男爵的热情，坐在他身边的男爵夫人施芳华却只是脸色冰冷，语气淡然地应了一声。男爵夫人施芳华背后的家族拥有很强的势力，虽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我也抱有一定的敌意，但前世男爵死后，男爵夫人却是最为支持男爵遗愿的人。哪怕再讨厌我，在蒹葭来袭时，男爵夫人依旧尽最大的努力帮我逃离。这是你们的哥哥王栋，关南关北举军，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哥哥好，我是王冠南，16岁。我这个妹妹沉默寡言，性格恬淡，喜好阅读，日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其他事不怎么上心。能说这几句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哥你好，我叫王冠北，今年12岁，以后要多带我出去玩哦。小妹妹在断体术上有优异的资质，小年纪就已经达到初等4级的水准，性格活泼灵动。前世在男爵夫人坚守男爵岭为男爵殉情后，我带上了这2个妹妹，共同踏上逃亡之路。哥哥好，我是王巨君，10岁了。前世小弟被检测出拥有紫色品质的深度收割异能，效果是提升战舰原点获取率10%。在男爵岭分崩离析之时，他的异能情报被某个叛徒卖给金家，最后一样被迫登上我的战舰逃亡。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黑石男爵也忍不住欣慰地笑起来，而旁边的男爵夫人施芳华则是目光闪烁地打量着王栋。这个私生子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出色一些。
在我前20年的生命中，男爵始终对我不管不顾。可是，在将我召回男爵府之后，男爵尽到了应尽的所有义务，提供资源供我成长，以及竭尽所能的庇护，直到最后油尽灯枯，以战死的方式谢幕，都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一世，我要保住这一切。准备训练。次日清晨，一大早就爬起来赶赴训练场的王栋，在进入训练场之后，却是一脸诧异。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换上了一身训练服的3个弟妹。早安，哥哥。你们以后就一起进行断体术修习了。肚。训练场上，王冠南伸长双臂，正在奋力练习断体术的动作，痛得汗水颤抖不止，但仍旧咬牙坚持着。冠南与巨君虽然相差6岁，但进度却相仿。巨君是年纪小，而冠南则是对断体术极度不感兴趣，自身又缺乏天赋，修炼进度只会被不断甩开。冠北就不一样了，年仅12岁，就已经完成26个动作的锻炼进度。与我这种重来一次的作弊者不一样，他是真正的天才。完成了一组训练动作后的王冠北，正在林辉的指导下逐渐放松下来。今天的进度还可以。哎，等等，那是完整的3轮锻炼流程。哥哥不是才开始修炼吗？已经到这个境界了吗？等到王栋结束修炼，流着汗放松身体，睁开眼睛，王冠北一下子蹦到王栋面前，把他吓了一跳。哥哥，刚才是完整锻炼吧？和我比试下怎么样？冠北的断体术修习已经达到4级巅峰，随时可能晋级到第5级。他的身体多个部位经过宇宙游离能量的强化提升，拥有的力量远超普通的成年人。现在跟他比试，我完全不是对手，会被打死的。我现在只是刚入门，下次吧，下次一定啊！没诚意。哼！哎，拜托你们，在外面对我的断体术修行进度保密啊，不要说出去啊。好的，哥哥，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哎呀，好的。午饭时间到，今天上午的训练就到这吧。哥哥，再给我们讲讲你当矿工时的冒险。好，我讲。王巨君缠着王栋，想要听矿工冒险的故事。另一边的王冠北不好意思，但眼神也不断往王栋身上瞥。经过这10多天的作业，对钢骨舰队维修已经完成大半，预计再过半个月便可以全部完成维修。届时，直接受到王栋阁下控制的舰队将会达到1艘火种战舰，再加上3艘突击舰。这段时间辛苦马大兄了，之后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好的。那么，通讯结束。所谓的礼仪课，可真不想去啊。池塘号现在也已经达到预定地点了，后面需要找个理由出去了。特权阶层既然自诩为特权阶层，自然在各个方面都力求高人一等。所谓的贵族礼仪就是其中一种，主要目的是培养出举止文明、动作优雅、姿态潇洒、手势得当、表情自然、仪表端庄等方面的素质。王栋阁下今天餐桌礼仪的课程完成的不错。总算要结束这痛苦的折磨了。房间内，男爵换上一身睡衣躺在床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脸色淡然地询问着身旁的男爵夫人施芳华。芳华，你看王栋这个孩子怎么样？我看怎么样重要吗？还不是你看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综合素质以及断体术上表现出的资质都堪称优秀，虽然自幼在福利院中长大，但心性不错。不管是在第一次见到我，
还是第一次与关南关北见面时表现出的，都是毫不掩饰的亲近与不设防。这不是伪装，不要怀疑我的判断。王栋确实优秀，但我施家里的青年儿郎也不见得会差。哼，不管是施家的儿郎，还是我那本家派来的子侄，就算他们现在表现得再恭敬、再诚恳，你以为等他们真正坐上这个位置后，还会真的把你当回事儿吗？你那2个子侄都不是省油的灯，也只有师尊侯还不错，但他早就被你父亲抓在手里。如果是师尊侯接过这个位置，你觉得以你父亲的脾气，会怎么对待你这个嫁出去的女儿，以及关南关北2个外甥女儿？哼，难道王栋上位就没问题吗？他没有背景，光靠着自己就想坐稳这个位置，哪有那么容易？我是无所谓，迟早跟你走的，但关南关北怎么办？其他不说，光是钢骨星道团的例子，我就相信他一定能坐稳。哼，那还不是陈沙溢提前在给他拍马屁？沙溢跟了我这么多年，如果不是确定王栋就是黑石男爵领地最合适的继承人，他也不会这么明显的站队。能让他做出这种选择，恰恰证明王栋的能力非常优秀。你的意思是，这次钢骨星道团的覆灭，确实是要归功于王栋？这太夸张了吧！一个之前从未接触过战舰，更不要说军略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以王栋的才华，我把位置交给他，他至少有能力庇护住关南关北姐妹一时的平安。再者，他重视亲情，就算看在2姐妹的面子上，王栋也不会对你有任何不敬。你还有什么不放心？但之前你让陈沙溢去接人的时候，我已经把消息告诉给我父亲，然后他好像安排了人私下散布这个消息。你这……算了，这件事我来解决，我会给王栋一个满意的交代。好吧，你说了算。一口咖啡直接喷出来，沈富贵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如此失态，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王栋。你想明后天出行去见陈沙溢，上空港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黑石星系的小行星带里重温一下你的矿工生活。哦，我初到男爵岭，环境变化让我心理压力增加不少，所以希望能够通过重温采矿作业这种方式来放松和舒缓心理压力。舒缓心理，好吧，我会向男爵请示，男爵同意后，我会安排随行人员。那就麻烦沈管家了，我先去修习断体术了。喜欢当矿工，没问题，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好的。舒缓心理。清晨，王栋从白银之堡走出，林辉穿着外骨骼装甲，率领一批保镖在城堡门口等候多时。王栋阁下，您这2天将由我随行。林辉是断体术中级圆满的高手，早已将身体素质提升到人体极限，加上配备外骨骼装甲，战力极强，堪称是男爵岭内最强保镖。哎呀，非常抱歉，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所以断体术的休息可能要暂缓2天。王栋阁下，您目前的修炼已经进入正轨，不必拘泥形势。好的。在黑石星上，除了少数急救、治安等特殊用途的交通工具，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是被限制飞行速度、高度的。今天出行，为了王栋阁下的安全，
整条路线都实行了交通管制，确保了道路通畅。有劳领会骑士了。车队抵达一处庄园，陈沙溢一早就在门前等候，亲自出来迎接王栋。王栋阁下来了，快请进。这是我儿子陈子恭，今年已经25岁，长期接受正统的骑士培养，在锻体术和军略上都有不俗的成绩。陈子恭，前世陈沙溢在护送我时，指挥云雀号舍身断后，直到战死。之后，陈子恭继承父业，继续效忠男爵领，最终却同样战死。忠诚度无需质疑，各项能力素质也在平均线上，算是可用之才。啊，虽然第一次见面有些冒昧，但我的舰队目前急缺人手，可否让子恭担任我的护从一段时间？当然没问题。子恭，还不赶紧谢谢王栋阁下提携。跟随男爵领的继承人，那就是下一代男爵心腹。这种机会，陈沙溢怎么可能拒绝？我必紧紧跟随王栋阁下的脚步。黑石星大气层外，一艘交通艇飞向空港，停机坪上，司马仲达和钢骨早已等候多时。王栋阁下，我们就不打扰你叙旧了。老林，走，今天带你逛逛我的云雀号。告别陈沙溢两人，王栋登上了修复后的钢骨号，听着司马仲达两人介绍目前舰队的情况。这段时间多亏有陈沙溢骑士的庇护，我们的供应物资才没有被人动手脚，但长期占用沙溢骑士的补给份额，难免引起他手下的不满，近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这边兄弟们还算安稳，不过有人试图跟他们接触，打探情报。放心，后勤补给方面我已经解决了，暂时以新编警备舰队的名义给你一个警长的职位编制。而钢骨，你的新名字是周泰，职务是副警长。不错，有独立的驻地，还有现成的人手，只需要经过短时间的整编，警备部队就能够成为可靠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件事，男爵的本家是宫廷伯爵，现任爵位所有人是男爵的叔祖父。这次被派往黑石男爵领的舰队情报已经收集完毕，由伯爵的第二子王京义指挥，按照辈分算是男爵的二叔。舰队由3艘火种战舰、40艘突击舰及12艘各类功能舰组成，合计55艘舰只。其中3艘火种战舰的综合战力评定，分别为18级的青鸟号、11级的战刀号、10级的斩马号。需要注意的有2人，一个是斩马号舰长王进秋，22岁，在本家中有新星之称，各方面能力都不弱；另一个则是战刀号舰长王进礼，21岁，表面耿直憨厚，实则阴狠毒辣。哼，来者不善呢。对目前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根据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来看，男爵阁下对男爵领还拥有足够的控制权。您在继承人之争中已经占据足够的先手，无论是您的弟弟，或者本家来的2位，都不足为惧。周泰，你的意见呢？那3艘火种战舰都不会是钢骨号的对手，只要一次曲进折越，我就能轻易夺下任意一艘战舰。很好，你们说的都没错。继承人的位置我已经十拿9稳，只要男爵还活着，必然是由我上位。我会争取在近期内将继承人的身份定下来。至于本家舰队那边，王京义绝对不会采用武力的方式强取。至于另外2人，王进秋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心思诡诈，不得不防。王进礼状似憨直无心机，但此人手段狠辣，毫无底线，需要严密紧盯2人的动向。前世他们可给我造成不少麻烦。问题不大，有警备舰队的名义，我们的行事会方便上许多。如果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尽管和我提，我会想办法解决。警备舰队有之前钢骨星道团积累的底子，无论是装备还是经费方面都不需要您操心，只是我私人方面有一些不便之处，希望阁下予以帮助。你尽管说就是，只要我能做到，都没问题。我有一些家人准备迁移到男爵领内生活，但我又不希望在明面上与他们牵扯到关系。
您看，如果要隐蔽行事的话，由我直接出面并不妥当。矿星空沙商会的三公子秦万里与我有一点交情，我给你留一道通讯信息，你让你的家人直接到矿星和他联系上，到时他会悄然安顿好你的家人，等过段时间这边局势稳定后，再把你的家人接过来，你看如何？看来上次由于我借给他钱的关系，应该找到隐秘渠道，将亲属提前转移走了。好的，多谢王栋阁下。星空中，一艘矿船悄然脱离了钢骨号，在众多视线的窥视下，光明正大的朝着前方的矿区飞去。相比起矿区星域的小行星带矿区而言，黑石岭的矿区实在是小得可怜，但至少也能替我遮掩一些踪迹。只不过嘛，我这挖矿的爱好，估计以后会让那些贵族念叨我是个粗鄙的矿工。哼，好不容易厚着脸皮争取到一点时间了，得抓紧了。池塘号进入异空间战场。随着辅助系统的启动，池塘号很快穿越了星空，抵达一处空旷的宇宙中。刚抵达战场，王栋就看到，在池塘号的前方，一艘体型庞大的圆形飞船正悬浮在太空中。这么大！池塘号，开启灵性探测，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灵性探测启动中，正在检测。信息破译中，检测到黎明之光号移民飞船，隶属2级星际级文明梭伦文明。检测到附加模块微粒子维修机器人，竟然是维修模块。虽然舰载火种使得其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无论是速度还是覆盖面都有限制。池塘号一旦搭载上这件微粒子维修机器人，生存能力将提升一大截，必须搞得手。主炮开始充能，池塘号移动到敌舰侧面，解除隐匿，开始攻击。从隐匿状态中解除的池塘号，飞快地靠近黎明之光，并且迅速充能主炮。随着巨大的光柱闪耀，主炮近距离的抵射，精准命中黎明之光，撕开一个巨大的裂口。但遭遇袭击的同时，黎明之光惊醒过来，自卫武器开始反击，只是全都被池塘号的能量护盾拦截下来。主炮充能，第2轮射击，给我干掉他！轰然一声巨响，强行顶着对方攻击的池塘号又是一发近距离抵射，这一次直接洞穿了面前的黎明之光，将船体核心彻底摧毁。这次获得261元点，剩余元点有438了，但最大的收获还是舰载模块。哼，这一趟赚大了。不过说起来，上次伏击晨报得到的13个箱子还没打开，这次正好有时间。开箱。3株星草，确实是好东西。可惜啊，只是针对平民阶层而言，我现在用不上。好家伙，第1、2、3、4、5、6、7箱都是低级能量结晶，合计128枚，还有1箱是16枚中级能量结晶。来点好东西吧。手中紧握的箱子，在王栋打开的瞬间，星星点点璀璨光芒闪耀而起。这是传说中的高级能量结晶。哈哈，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能量结晶，每一枚都价值高昂，并且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实物的超稀有资源。辅助系统目前有2个功能可以用这东西激活，能够选择异空间战场对手文明等级的等级限制解除，以及远程操控战舰的无惧操控。哎呀，选哪个好啊？哎呀，好纠结，都想要啊。算了，先继续开箱。蹲在池塘号仓库里的王栋，麻木地开启着一个又一个的储物箱，一大批价值低廉的物资被随意堆在四周。星草、各级能量结晶，还有几种精炼矿物，就剩这最后一个箱子了。要是再来高级能量结晶就好了，我就不用这么纠结了。随着最后一个箱子被打开，王栋盯着箱中的物体，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还好天虎商队覆灭了，不然又是一场弥天大祸。在打开的箱子中，2枚棱形金色晶体静静地躺着，散发着奇异的光辉。这就是火种战舰最重要资源之一，钛晶，2单位的钛晶。天虎商队绝对没有渠道入手钛晶这种被严格管控的资源，大概率是在矿区挖出来的。没想到那里面真的藏着这种东西。这个消息要是被泄露出去，对于黑石男爵领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幸好天虎商队的中高层已经全数丧命，这种绝密级别的资料，旁人知晓的概率很小，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泄露消息。不过，在矿区星域内发现钛金矿，身为地主的黑石男爵领有没有私下里尝试开采过？又或者已经少量开采过，只余下深处的矿脉无力开采？这玩意儿太吓人了，看来以后我必须找机会前往小行星带矿区深处，将里面的痕迹抹除干净。唉，说到底还是实力不济，才要这样小心翼翼的。当务之急，先提升自身实力，才能更有把握面对可能来到的危机。想到这里，王栋再无犹豫，紧握手掌，高级能量结晶化成光点消失。辅助系统激活无惧操控。进阶功能3，无惧操控激活。无惧操控等级1，可无视距离，豁免本宇宙大部分干扰，对战舰进行远程操控。卸载量子纠缠化脑波操纵系统，装备微粒子维修机器。已消耗30元点进行装载。时不我待，我要不惜代价变强。消耗220元点，加速修炼。断体术与火种源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元点能够辅助断体术的修行，也并非什么机密，但元点极其宝贵，很少有人用来辅助修炼，容易根基不稳。但我前世断体术已经修行到中级阶段圆满的水准，意志力足够，不存在这方面的隐患。现在使用元点加速没有任何问题。我近期就要敲定男爵领继承人这个头衔，获取爵士的称号，之后前往首都星系，以爵士的身份取得购买融合一艘初代火种战舰的权利。现在正是急需要提升实力的时候，不能减伤。15个小时后，结束修炼的王栋浑身被汗水浸透，但感受着自己身体力量的增长，对得起自己承受的痛苦。修行进度直接由第3个动作高势推，被推进到第9个动作挽天筋，直接省去至少1个半月的时间。不过220元点的支出可真心疼啊！蜃楼系统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再度启动，还好小行星带足够隐藏下一艘小小的驱逐舰。黑石男爵领的探测设备也覆盖不了整个星系，那种玩意儿男爵领现在还用不起，倒不用担心暴露的问题。 10月20日，也就是半个多月后，我会举办一场晚宴，邀请男爵领地内的大部分中层，以及一些其他客人。次日清晨，回到男爵领地的王栋来到书房，听着自己这位父亲的筹备。您还是尽量注意休息。微生物感染还是有广谱抗生药可以治疗的，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有好消息传回来。坚持就是希望。这么迫不及待，准备把我公开介绍给黑石男爵领内的各方势力，是身体撑不住了？放心吧，我还没脆弱到那种程度。做好自己的事儿，其他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刚来到训练场，王冠北直接跑过来，扑到王栋身上。王巨军与王冠南也围上来。哥哥，你出去玩不带我们？挖矿啊，我都没体验过。挖矿没什么好玩的。那，这是从矿区给你们带的礼物。王栋只能拿出几块闪闪发光的矿石充当礼物，全当糊弄小孩子。我下次也想和哥哥一起去。下次一定，下次一定。结束了一天的修炼，夜晚，
回到自己房间的王栋盯着窗外，思索着自己定下的计划。有了无惧操控功能，是时候派遣池塘号来自远航了。天方伯爵岭的属地凤凰星系承担着一个交通枢纽的作用，汇聚了大量的星际探索者，海量物资也汇聚于此地，是北地星域内规模最大的自由交易市场。池塘号需要接入火种网络，那里鱼龙混杂，每天都账号注册注销，暴露的风险应该很低。决定了，就去那里。经过8天的航行，终于到了。跨越漫长的星空，从虫洞中跳跃出来的池塘号看着前方一座巨大空港，密密麻麻的飞船穿梭在四周。凤凰星系建造了这座自动化的空港，随时可以停泊补给，遍及空域的防空炮台与强烈的巡逻舰队，保障着秩序与安全。这里是整个北地星域中最好的贸易星系。浴火重生，凤翼天翔，凤凰星系欢迎您的到来。尊敬的火种战舰，请您发送身份识别信息，凤凰星空港将为您准备好泊位，供您随时停靠。我是凤凰星商务部的高级专员苏珊·菲尼克斯，您在凤凰星系停留的时间内，将由我为您进行专门服务。现在请您表明来意，并发送识别信息，我将协助您安排行程。本舰池塘号申请往凤凰星空港进行补给和交易。不愧是系统出品，间隔着无数光年的距离，启用无惧操控时，就感觉自己还在池塘号上一样。收到，已为您安排凤凰星102号空港的编号031泊位，请您根据路线图指示前往。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与我联系。另外，鉴于您初次到达凤凰星系，我们将为您免费提供一定额度的弹药和能源补给，祝您旅途愉快。随着接待员的引导，池塘号进入空港。等到停泊完毕后，王栋迫不及待地开始注册账号，链接火种网络。温馨提示：链接火种网络需要支付费用，是否确认？确认。火种网络已经连接，可正常使用所有功能。每小时收费1元点或者1元币。警告：你未登录任何账号，请先登录或者注册账号，以便完成交易。注册，账号 ID 池塘号。1元点等于1元币，黑心运营商，差评。完成账号注册后，结束了无惧操控，王栋回到自己房间，司马仲达的通讯请求也随之接通。王进秋与王进礼兄弟有所异动，王进礼开始收集王冠南、王冠北两姐妹的行踪，并且制造了巧遇。王经理赠送一枚烈焰果给王冠南，被他拒绝。虽然王经理当场没说什么，回去后却勃然大怒，痛斥王冠南不知好歹。前世这2个家伙在男爵岭内兴风作浪，到后来男爵岭面临灭顶之灾时，却又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应该就是王进秋这个伪君子在背后怂恿，他居然舍得下血本，选择烈焰果作为礼物。这东西可辅助断体术修炼，1个月内提高5倍恢复速度。看来他们已经要准备采取行动了，盯住他们。好的，我会加强对他们2人的监控力度，不会让他们离开视线。是时候将那件东西出手了。片刻之后，池塘号上，微星引力坍塌场发生器顺利出手，3万元币呀！这下发财了。火种网络的交易还真是便捷和迅速，提交申请，双方线上确认后，只需要将物品送至任意存在火种网络覆盖范围内的收件点，验收后即可完成交易。让我看看有什么辅助断体术的修炼道具。雷霆旗舰店，这家店可是有名的奸商，质量虽然不错，但价格太高了。不过冠南资质太差，也只能用资源对上去了。贵就贵点，现在咱有钱了，全都买了。火种绑定辅助液能提高火种绑定成功率的效果，但人体只能承受1次注射。我到达终极断体术后，本身就有50%的绑定成功率，
如果加上5级火种绑定辅助液，可以达成100%成功率。来了，再买上1万单位的标准能源块，加上一些战舰必需品和弹药，短期内就不需要再担心池塘号的补给问题了。您订购的货物已经到达，请查收。王栋下达订单后，很快就有几辆载具拉着集装箱抵达池塘号停泊的位置。火种网络的效率可见一斑。物资已收入储藏舱室，目前弹药、能源配备满额，生活物资满额。花了这么多钱，这一趟行程的计划算是完成了。以后消费多了，提升 VIP 等级还能有折扣。对了，前世金雀华联邦科学院的免疫药剂研制成功的消息传回来，那时黑市男爵试图购买，但却被高昂的价格劝退，搭上整个男爵岭都买不起。那款命名为净世精灵的主要有效成分，正是从产量稀少的末世光莲中提取的。如果直接服用末世光莲，或者自行萃取，说不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想到这里，王栋链接火种网络，开始在浩瀚如烟的商品中搜寻。还真有啊，这个价格还很低，不管有没有效果，都可以入手试试。看来这玩意儿针对微生物感染的特效还没被人挖掘出来。老板，末世光莲，优惠点。小本经营，概不还价。切，那行吧，我下单了，你直接送货到这个地址。兄弟爽快啊！我这儿还有末世光莲，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拍。一株末世光莲对于男爵的病情效果无法确认，要是能多买1、2株，会保险许多。等等，还涨价了？哎，你这就不厚道了吧？还玩坐地涨价？小本经营，概不还价。哼，要不是家族准备修建一个专门的修炼室，我也不需要溢价来你这里购买。但现在这个价格，留给你自己慢慢用吧。对付这种奸商，先看看别的，晾他1个小时再说。王栋直接关了对话框，开始在火种网络上浏览其他讯息。火种网络链接无数星域，每时每刻都有海量信息涌现。而在看到一则简讯后，王栋脸色一变。钟神秀，悬赏2万元币。这名前任金雀华联邦的男神，现在通缉令都发到这里来了。不过谁又能想到，2年之后他就会卷土重来。这悬赏，谁都别想拿到。这时，交易弹窗再次闪烁起来。刚才那名坐地起价的奸商，终于是忍不住主动找上来。还不到1个小时你就忍不住了？就这点耐性啊？我手上还有7株末世光莲，1050元币，每株都给你。每株1040元币，另外再搭其他东西，而且你还要告知这批末世光莲的来历。行，那就1040，来源也告诉你，送了亏本，赶紧拍吧。对付这种老奸商就不能客气。这次一共获得8株末世光莲，足够男爵使用了。日后涨价还能狠狠赚一笔。温馨提醒：距离商城拍卖会下次刷新还有71小时59分09秒，敬请期待。每隔一段时间，火种网络上的商城会举办一次拍卖活动，通常有一些特殊的限量商品流出。我现在的原点还算充足，到时候可以看一下。清晨，王栋刚到训练室，3个弟弟妹妹就迫不及待地扑上来。大哥早啊！早。今天的修炼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我也是。那你们就要好好加油了。前世哪有现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模样？不但被外敌窥视，还费心费力内斗，还是要准备一下参加晚点的拍卖会，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守住这一切啊！让泰勒夫人作为王栋的礼仪课老师，她对王栋的看法如何？哎呀，都说让你少操点心，你还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哎，算了。哎，你那个儿子表现不错啊，虽然不感兴趣，但性情坚韧，天赋很强。
看来老泰勒那边问题也不大了。你做的决定，他敢有意见？如果是以前，他们当然不会有意见。但现在不是以前，在卫生舱里躺了几年，不要说别人，就连我也开始不把自己当回事了。我看谁敢！领地中的8名骑士，林辉和陈沙溢不用说，明摆着倾向王栋。老泰勒负责领地的商队，常年在外。泰勒夫人就是他的代表，以泰勒夫人对王栋的良好印象，他的问题也不大。顾风、顾宇还有王丽3位骑士，在3都空洞带内游弋，联络不便，相当于弃权。剩下的2名骑士，岳军这些日子倒是与王进秋相处甚欢，左冷与王进礼打得火热。区区2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根本不足为惧。至于3位顾问，钟元长站的是举军这一边，施子安出身施家，站的是夫人那一边。王应远赴金雀花联邦没这么快回来，就算回来，他也不会反对你的意见。剩下的地方势力全都不足为惧，整个男爵领的权力制衡依旧稳定，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这种权力制衡，一旦某个关键点被动摇，就可能彻底崩塌。现在王国境内看似平静，可政治斗争越发暗潮汹涌。黑石男爵领地无可逃避的会被卷入其中。之前针对王栋的诛杀，就是这种斗争的直接反应。所以你选择在这次的晚宴上承认王栋身份的同时，直接将继承人的位置也一并确定下来。我已经提前召回黑石号以及王丽他们3人。你好像没有告诉王栋晚宴的真实情况。不需要，他必须要有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担当。这是最后一个考验，如果能撑过去，黑石男爵领地会成为他起点的基石，就像我们当时那样，站在时代的浪潮上，去搏一把大的。成则富贵一世，败则埋骨星海。可惜我是看不到那天了。老生，等我走了以后，还是要多麻烦你，多看顾他们几天。王爷现在已经赶到金雀花联邦，如果顺利的话，他很快就能把那种广谱抗生药带回来。你知道，我这人是最懒散的，你自己的家事儿还是你自己去看。金雀花联邦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怕是王英那家伙也折腾不出什么来。毕竟还是实验阶段的成品，哪会那么容易弄到手？不过至少2年内我还撑得住，我可不会留下一副烂摊子给后人。前世继承人的位置直到2年后还没能正式定下来。虽然这次我改变了很多事情，还是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吧。先回房间，链接池塘号参加拍卖了。黑曜石推进器可用于替换战舰尾部推进器，提高战舰推力20%，起拍价3000元币。火种战舰购买凭证，持此凭证可前往紫金王国首都新西的标准模块战舰工厂，领取1艘侦察者级驱逐舰及配套火种，起拍价1000元币。战舰反物质引擎，内部集成微型反物质生成器，
无需占用额外附加模块插槽，起拍价3000元币。这3件都是好东西，其中火种战舰购买凭证我势在必得。还有最后2分钟拍卖时间，放弃其他2件得到火种凭证，出9000，不，还是出1万。算了，出10500。恭喜您成功拍得火种战舰购买凭证。到手了，接下来等对方7天内送达就行了。王进秋、王进礼两兄弟这些日子小动作不断，似乎打算在晚宴上给阁下来个下马威。不要紧，他们终究是外人，哪怕拉拢到部分人支持，只要我还有男爵的支持，全都不足为惧。清晨，白银之堡内，几个女仆正在打扫宴会厅。早餐饭桌上，坐在席间的王冠南看着王栋，一脸好奇。大哥，你就一点也不紧张吗？晚上的宴会你可是主角啊。终究也不过是吃顿饭而已，那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大哥，你说的真对，我每次撒谎或者演戏，母亲都能一眼拆穿。听说今天的宴会有很多平常见不到的珍贵食材，好期待啊！入夜，白银之堡被点缀得灯火通明，金碧辉煌。众多被邀请来的宾客各自举杯交谈。男爵带着王栋等人走进会场，一直走到大厅中央的礼台上，脸色平静地俯视着整个宴会厅。今晚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在座的各位嘉宾来参加我的晚宴。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我的2个儿子王栋和王巨军已经回归男爵领地。这王栋看起来有板有眼的，怕是这段时间把所有精力都花在礼仪课上了。他不是喜欢挖矿吗？那就给他一个矿业公司吧。秋哥，你还是太讲究了，我觉得干脆把他找个地方埋了就好。听这2人的对话，一旁的王京义面露怒色。经理金秋，你们给我闭嘴，搞清楚现在在哪里。有些话是能随便说的吗？这里可是男爵的地盘。易叔公，您就是太谨慎，我才不信黑石男爵领敢跟本家翻脸。就是，您过虑了。假如王磊男爵依旧身强力壮，我们绝对不敢有这种想法。但他如今身患重病，以我们此次舰队的实力，黑石男爵领不会贸然与我们翻脸的。这时礼台上，黑石男爵俯视着宴会厅，看着其中脸色各异的众人，突然轻咳了一声，引来全场瞩目。今晚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布，我谨在此宣布，我的长子王栋将成为黑石男爵领地的继承人。陡然听到男爵宣布这个消息，整个会场都有些震惊，竟然在这个时候就定下了继承人。我都已经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了，然后你这突然宣布我成继承人了？不行，不能拖下去了，不能让他坐实继承人的身份。岳军，该你上场了。在王进礼的示意下，早有准备的疤痕男子走出人群，悍然发难。男爵大人，您是否需要更慎重一些再做出决定？王栋阁下并未接受培养，贸然接手，对整个领地都不是好事。没错，这等重大事务不可草率决定。关于继承人的选择，还需要时间观察。那个脸上有疤的是黑石男爵领8名骑士之一岳军，前世他投靠王剑秋，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另一个同样是骑士左冷，跟随男爵奋斗多年，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前世左冷虽然支持王进礼，但却在男爵领最后一战宁死不退，也对得起他骑士的身份。你们看到自己的风尘竟然当众站出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自己的决定。男爵惊怒无比，脸色变得阴沉。而就在这时，陈沙义、林辉两人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表明态度，拥护男爵的威严。王栋阁下睿智勇敢，我赞同男爵大人的决议。我也认为，王栋阁下足以担起继承人的重任。来这里之前，我听家中长辈常说起，黑石男爵领的诸位都是战功彪悍的勇武之士，为此我敬佩不已。趁着这次机会，说什么也要来看一看。但现在看来，黑石男爵领却要由这样一位与勇武沾不上半点边的王栋阁下。抱歉，这声阁下真的很难喊出口，毕竟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对矿工用上这等称呼。我的意思是，诸位勇武的男爵骑士竟然任由这样一位穷乡僻壤来的野小子继承爵位。王栋阁下曾先后击退白牙、钢骨两大星道团的袭击，甚至缴获旗舰，覆灭钢骨星道团。如果这都称不上勇武，难道要像你这样来者为客，却在主人的宴会上大放厥词，这样才是所谓的勇武吗？是礼仪课的老师泰勒夫人，也就是说，男爵领商队的负责人老泰勒是站在我这边的。你，泰勒夫人请息怒，尽力也是为了男爵领的未来。只不过，据我所知，先前对阵星道团的战斗，沙义阁下才是舰队指挥官，王栋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罢了。你这个混蛋，胡说什么？沙义骑士，还是让我来吧。王进秋阁下，不好意思，我的礼仪课刚学没多久，但根据我掌握的知识，在您似乎还没有获得贵族身份的时候，似乎不应该称呼您为阁下。确实，这小子虽然出自伯爵家族，可他没有任何贵族头衔，不过是狐假虎威的假货。王栋阁下才是男爵领继承人，真正的贵族。可恶！黑石男爵领的勇武之名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不是被吹出来的。我继承男爵之位，自然会延续这份光荣传统，为紫金王国的开拓奉献力量。至于王进秋先生，以及至于我的其余几位，黑石男爵领以及我本人的勇武，并不需要你们的认可。王栋阁下说的不错，不如就请王栋阁下为他们展示一二，免得首都星系的贵客对我们黑石男爵领有所误解。王栋刚说完，一名老者从人群中走出来，笑眯眯地说着。见到他出现，黑石男爵脸色冰冷地瞪了一眼身旁的施芳华，施芳华也是一脸无奈。今天的事，我事先并不知情。施家家主施秀东，也是男爵夫人的父亲。前世男爵领的崩塌，就有这个老东西的一份功劳在里面。不错，王栋阁下，既然你口口声声说黑石男爵领的勇武是打出来的，那么就请让我们兄弟来领教一下你的勇武吧。我王静秋向王栋阁下发起挑战，单剑决斗。我王进礼向王栋阁下发起挑战，单兵决斗。单剑决斗是指挥战舰以能量护盾的破损定胜负，单兵格斗则是装备外骨骼装甲后的格斗。对待这两个狗屎一样的货色，想要解决他们轻而易举。你们无耻！大哥才刚刚回来多久，连火种战舰都还没有，怎么和你们比斗？就是，你们都快30岁了，大哥才20岁，太不公平了。没错，你们欺负人。正如我弟弟妹妹所言，我刚返回男爵领不到半个月，段铁树初学乍练，不要说火种战舰了，就连定制的外骨骼装甲都没有。
你们准备如何与我比斗？原本懒得跟这些废物动手，但弟弟妹妹开口了，那就只好给你们点教训。实力才是真正的倚仗。你没有火种战舰，没有外骨骼装甲，那是你的问题。没错，按照贵族的规则，面对挑战，不想接受的话，你可以认输，我可以免去你的赎金。贵族的规则。我身为黑石男爵领的继承人，是合法正统的贵族，而你们两位又是什么身份？贵族身份都没有，又哪来的资格发出挑战？他们俩口口声声我们贵族，其实连贵族的边儿都还没沾上。王栋，你严重侮辱了我的人格。遵从紫金王国的尊严条款，我王尽礼向你正式发起神圣复仇。所谓的尊严条款发起的神圣复仇，必须要达到相对公平。那么，你打算如何达成相对公平呢？单兵格斗的话，断体术修行水准与外骨骼装甲两大因素，我们之间的差距应该如何平衡？2种方案。第一，你处于断体术初级阶段，我是中级，相差了1个阶段。外骨骼装甲让你选蓝色品质，我选绿色。第二，我把我个人的所有财产作为赌注，我输了，就全部归你。还想骗我？我可是刚刚修炼断体术，按照他们拿到手的资料，连入门都没有达成，根本无法发挥出装甲性能。第2种方案更是高效，没有赢的希望，筹码再高也毫无意义。首都星系的相对公平就是这种标准吗？我也是断体术中级阶段，要不我们先来一场，不赌别的，就赌命。没想到顾风骑士也出面了。这位骑士长期驻守在宇宙空洞带，这次应该是被男爵特意召回，能在这种场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可见其忠诚。见到顾风横插一手，杀气腾腾地镇住了王家2兄弟，施孝东连忙出来打圆场。王栋阁下在矿星的平民堆里成长，难以理解尊严自述条款，这很正常。所以我建议将第1种方案变更为王栋阁下装备蓝色品质的外骨骼装甲，王敬礼阁下选择无品质，这样就是2个档次的差距，非常公平。在王家兄弟掌握的情报中，王栋刚开始修炼断体术，无论什么品质的外骨骼装甲都无法发挥实力。对于这个条件，王尽礼很满意。这个条件我赞同，也希望王栋阁下，那我就送你上路。本人施孝东以见证人的身份宣布，本次神圣复仇正式成立。决斗时间由王敬礼阁下制定，决斗地点则是交给王栋阁下确定。我选择立即进行决斗。王栋没在意王尽礼的挑衅，而是看着旁边的餐桌，一脸惋惜地感叹着：这满桌的美食，看来只能迟点再享受。那么，我选择决斗的地点是警备舰队钢骨号。大哥，放心，等我赢了他回来，把那些什么烈阳果都弄过来让你们分。大哥，你要加油，打败那个混蛋。大哥，我们对你有信心。大哥小心点，千万别受伤。随着决斗开始，几人登上一艘飞船，笔直升入黑石星的大气层，朝空港驶去。宴会内，黑石男爵看向会场中央出现的全息投影，脸色凝重。作为男爵的继承人，就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王栋，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双方使用的外骨骼装甲
已经负荷过，没有任何问题。穿戴完成后，即可开始决斗。马达、罗泰，等下你们准备好人手，等我。钢骨号的训练场地内，决斗双方的2人都已经装备上外骨骼，脸色冷冽地对峙着。决斗正式开始。随着决斗宣布开始，船舱内重力关闭，失去引力束缚的各种杂物纷飞。王劲礼脚下磁力靴生效，死死钉在地面，一脸讥讽地看着漂浮起来的王栋。哈哈，这就是你的倚仗，失重环境而已。我接受的格斗训练，可比你想象的要专业得多。乡下的贱民，来接受贵族精英的荣光制裁吧！死！王劲礼脚下发力，电磁暴起，化作一道炫目的电光，朝着王栋扑过去。外骨骼装甲加持下，他势大力沉的一记重拳撕裂了空气，打出炽热的高温。但王栋却在这一瞬间腾空而起。什么？这是怎么做到的？不可能！无品质的外骨骼装甲并不具备凌空变向的能力，难道是宇宙游离能量共鸣？王栋阁下的断体术已经达到了终极阶段圆满，不愧是男爵大人继承者。空中的王栋化作电光肆意游走，占据速度优势，压制的王劲礼只能被动防守。该死！但只要趁他近身控制住，不要让他腾空，我就赢定了。但就在王劲礼这个念头刚涌出来的瞬间，一道黑影破空而至，王栋杀过来了。格斗技，寸拳！寸拳轰出，随着一声砰然巨响，王劲礼溅起鲜血，浑身瘫软，直接倒在地上。警报！搭载者失去意识，请立即采取救援措施。格斗技寸拳，以近距离高频震荡攻击的模式，直接穿透外骨骼装甲的防护，很困难的技巧，代价也不小，但威力绝对够劲。战斗不过片刻就已经结束，从头到尾，王劲礼都没有还手的余地，输得极其难看。这让施孝东与王劲秋2人脸色难看到极点。见证人阁下，该宣布决斗的结果了吧？本次决斗，获胜者是……等等，我怀疑王栋阁下使用的外骨骼装甲有问题，请你脱下装甲，交由我来检查。这首都新袭来的贵族子弟，竟然这么无耻的吗？面对质疑，王栋却置之不理，反而是抬脚狠狠一踩，随着咔嚓一声脆响，王劲礼一条腿直接断了。你怎么敢？既然见证人没有宣布结束，那么决斗自然还在继续。我动手有问题吗？看着王栋还想再来一脚，王劲秋也慌了，总不能看着王劲礼在这里被活生生打死。